公元335年，秦王嬴政兼并六国，一统天下，结束战国500年纷争。天下一统，即日起，孤为始皇帝，自称为朕。吾皇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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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田里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多了一块石碑啊？让开，让开！亡秦者！陛下，我的渊鸿剑颤抖不止，这卷轴剑气远超家师鬼谷子，莫非是冥剑所化？是与不是，拭目以待。冥剑榜第200名，巨阙，奖励归元丹。上榜就有奖励，是吗？前200名都赠10年修为，前几名的奖励得有多惊人？吾虽无宝剑，但若有其他名单，定有我名。六国余孽未平，这榜单的奖励会不会动摇大秦的根基啊？荒谬！大秦收尽天下名剑，始皇天问剑必是第一，奖励绝无仅有。陛下，天问剑必是这名剑榜第一，天下无人能及。你说，榜首会得何奖励？哎呀，定是神级之物啊！有可能是神级丹药，吃了能长生不老。此话当赏。谢陛下。第12名，沙齿，奖励天级下品乾元剑一丹。师弟也上榜了，此奖励不俗，不知他实力会增至何种地步？葛先生，你师弟若来咸阳挑战，寡人定要观战。若有机会，定禀报陛下。琥珀剑，天不亡我农家。灵虚剑是儒家3当家的佩剑，儒家实力大增啊。秋丽剑持有者是道家小梦，儒家恐略逊一筹。干将莫邪、渊鸿、太阿、雪霁、天问，前5名必定是他们。快看，第6名出现了。第6名，干将莫邪；第5名，雪霁剑；第4名，太阿剑；第3名，渊鸿。这奖励的太极剑法果真是天阶上品，名不虚传。陛下，这渊鸿剑才第3名就有天阶剑法，想必第2名一定不会逊色。榜首啊，定是神级之物。神级之物，但愿是增寿丹药。第2名，天问剑，奖励天阶上品功法天龙地黄诀。这怎么可能？陛下息怒，起身吧，此事与你们无关。越发有意思了，天问竟非榜首，那第1剑究竟是何来历？第1名，幽冥剑，持有者剑神，奖励神级9转长生丹2枚。啊，找出幽冥剑持有者剑神，不惜一切代价招揽入墨家，不可与之为敌。是。幽冥剑现世，9转长生丹，天下刚定，金榜突现，是福是祸，唯有拭目以待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天道无常啊！我阴阳家圣物竟无法占卜，反被反噬，此人绝非我阴阳家所能招惹。
九转长生丹，上天果真不负寡人。剑神竟然在咸阳，今日惊喜连连，影密卫何在？在，即刻全城搜寻幽冥剑持有者剑神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，邀入宫中，切记不可与他交恶。是。赵高，奴才在。传旨，召诸位公子入宫，尤其是把兰儿唤来。陛下，大公子他吃喝嫖赌，夜夜笙歌，老奴恐怕是请他不。务必将他带来。诺。九转长生丹，这奖励倒有些意思。哎呦！擅闯本府，打伤家奴，赵高，你可知罪？公子，老奴乃是奉了陛下的旨意前来请你入宫的。这些个奴才挡了路，老奴也是想怕耽搁了时辰会让公子受责，所以才冒昧了些。果然是个扶不起的酒囊饭袋。父皇召我，自然会去。可你这态度是在命令本公子？哟，公子啊，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六剑奴，请公子入宫。你们这帮舞刀弄剑，倒是挺热闹的啊！我的眼睛！这小子到底是运气好还是真有猫腻？必须立刻告诉胡亥公子！一群废物，就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来本公子府中撒野？父皇养你们这群饭桶，还不如养条狗！赵高，你带这群饭桶来，是给本公子解闷儿的，还是觉得我秦岚好欺负？公子息怒，老奴刚才鲁莽行事，失了分寸，手下这些个人的确是有些不中用，扫了公子的雅兴，是老奴的不是。罢了，看在父皇的面子上，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。稍后我自己会去见父皇，还不快滚！老奴告辞，走。
公子，赵高和六剑奴如此放肆，让我去杀了他们。六剑奴就交由你处置，这赵高暂且动不得，留着他还有大用。这明剑榜现世，天下势力齐聚咸阳，这水应该搅得更浑一些。是，公子。等等，公子还有何事？小心行事。公子放心，属下明白。天龙地黄诀，不愧是天机上品。陛下修炼片刻，气息便浑厚不少。陛下，章邯将军求见。哦，他回来了。宣章邯觐见。启禀陛下，东郡石碑之事已查明。据村民所说，神秘石碑乃是一叶天降，石碑之上光芒万丈，光芒中凝聚为明剑榜，实时更新排名与奖励，从巨阙到幽冥剑依次显现。除了明剑榜，还有其他榜单吗？暂无，但石碑之上刻有11字，臣不敢隐瞒。哪11字？亡秦者胡，始皇帝嗣而地分。荒谬！请陛下息怒。臣已封锁消息，定会彻查造谣之人。此事暂且压下，张将军劳碌整夜，先下去歇息吧。为陛下效力，臣不辛苦。只是返程途中听闻秦岚公子之事，那个纨绔又闯什么祸了？赵高奉命请他入宫，六剑奴动手相助，竟被蓝公子所制服。荒谬！这个孽障怎么可能制服六剑奴？若不是六剑奴忌惮皇子身份，故意放水，陛下息怒。纵使六剑奴放水，公子能从容周旋，也算稍有分寸。分寸？不过是仗身份狐假虎威，若真遇到硬茬，必栽跟头。罢了，此事不提。应密为已搜寻剑神下落，你且留下等候。遵旨。儿臣胡亥特来求见父皇。宣他进来。宣胡亥进殿。参见父皇，儿臣见明剑榜现世，特来贺喜，恭喜父皇位列明剑榜，得天级上品功法，我大秦必定能永续辉煌。好，甚好。有亥儿吉言，大秦定能万世。陛下，其他公子皆已到，让他们都进来吧。宣众公子进殿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免礼，都入座吧。这个逆子，定是又在府中饮酒。弟弟们皆道，他这个大哥竟如此不成器。儿臣秦岚见过陛下。你看看自己的模样，哪有半点做大哥的样子？兰儿，你手中佩剑何名？此剑名为幽冥。是幽冥？幽冥？那不是剑神佩剑吗？怎会在大哥手中？
难道他就是剑神？这不可能！速将佩剑呈给寡人。是。此剑虽通体漆黑，却无灵形暗纹，并非剑神之剑。原来是重名啊！就是啊，大哥，你也太不靠谱，拿自己的剑改黑，还取同名。父皇，儿臣见你寻剑心切，偶然得此同名之剑，便想着一块儿带来，或许能以此引出真剑神，也算是为父皇分忧了。胡闹！若有此心思，怎么不用在正事之上？哪儿像现在这般文不成武不就？哼！儿臣知错。剑神就在咸阳，寡人已派人去请，召你们来，只盼你们能好好表现，博得剑神好感。收为弟子，便是造化。剑神，今日怕是现身不了了。父皇，儿臣一定好好表现，争取夺得剑神好感。儿臣也是。报告，陛下恕罪，属下搜遍咸阳，未寻到剑神踪迹。什么？臣统领不力，请陛下责罚。此事错不在你。剑神绝非等闲之辈，但此事不可搁置，你派人继续追查。臣定铭记。今日天降神碑，碑上刻有“亡秦者胡”，是皇帝死而地分11个字。尔等皆为皇子，有何见解啊？父皇，胡者，狼也。指的是边境狼族，然其岂是我大秦铁骑之敌？此预言恐系6国余孽，刻石惑众。臣以为扶苏公子言之有理。兰儿，说说你的看法。父皇，儿臣并无高见，只是……父皇，大哥整日沉迷于酒乐，他能有何见解？还请与儿臣一军赴东郡彻查，屠村灭民已在所不辞。这废物竟敢伤了老师的6剑奴，今日就要让他在朝堂上颜面尽失。大哥话还没有说完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长幼有序，你不懂吗？你，父皇，儿臣浅见，亡秦者胡，其中的胡未必指的是狼族。胡，继续说。这些都是儿臣的臆想，并不涉及任何人。这胡或许指的是某一个人呢？陛下明鉴呐！齐兰公子一派胡言，我泱泱大秦怎么会被一胡姓之人覆灭呢？陛下！是啊，父皇，大哥整日游手好闲，不懂国事，切勿轻信他的胡话呀。兰儿，继续说下去。父皇定会以为大秦隐患在狼族，届时重兵囤积边境。若父皇驾崩于东游途中，有人假传圣旨，拥立他人为帝，此人掌权后打击异己，大秦必会内乱。届时国内兵力空虚，6国残余虎视眈眈，朝堂更迭，内乱四起。父皇，你觉得大秦会如何？大哥，莫要胡言。父皇身体康健，就算真有意外，我也会率边境重兵平息。若有人以父皇的名义下旨，让你和你的亲信自裁，你敢违抗圣旨吗？预言中的虎，若真是某人，而非狼族，
来人，将18世子送回府中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以后谁都不许再提。谁敢泄露，按律五马分尸，以九族。诺，诺。秦岚，朝堂欧弟，目无法纪，寡人发你前往东郡看守金榜20，可愿服从？儿臣甘愿领罚。胡亥，目无尊长，你身为其师教导不放，自行前往刑法司领30杖刑。老奴有罪，愿领责罚。今日，寡人有要事宣布，事关太子之位。天降神杯，金榜现世，寡人设下3道考验，谁能脱颖而出，便立为太子。其一，寻访剑神，替寡人取来9转长生丹；其二，在其他榜单公布谁率先拿到3榜单榜首；其三，前往狼族边境覆灭异族，为大秦开疆扩土。诺。谨遵父皇之命。谨遵父皇之命。葛先生，你对秦岚有何看法？陛下，臣以为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猛兽，今日朝堂上兰儿的那番猜想，你有何看法？属下只负责陛下安危，至于朝堂之事，属下不敢智慧。想来陛下心中已有答案。寡人的确已有定论。启禀陛下，影密卫急报，赵高的贴身侍卫6剑奴被人钉死在中车府门前。凶手是谁？尚未查明，不过根据现场显示，凶手仅1人，且对6剑奴均是一剑封喉。明剑榜现世，剑神隐匿咸阳，如今又出这等事，咸阳城这水越发浑浊了。陛下，这是在现场找到的，应是凶手遗留。什么？好，他终于又出现了。他，陛下昔为秦王时，相国篡位，一支玄铁骑兵神兵天将镇压叛军，事后便离去，只留下这枚令牌。哦，寡人寻这支骑兵多年，竟在此时又有了线索。张翰听命，末将在。增派人手，紧盯咸阳城动向，若发现持有此令牌者，立即禀报。诺。榜首剑神佩剑为幽冥，这令牌上也带着名字。葛先生，你觉得这2者是否有关联？陛下，是否有关联，唯有寻到剑神和铁骑主人方能知晓。剑神，寡人倒是期盼与他相见的日子。是谁杀了6剑奴？让我查出来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还有秦岚，今日之耻，来日必让你百倍奉还！公子，咱们何时回咸阳？该回时，自然就会回。
怎么，你舍不得离开咸阳啊？奴家的命是公子给的，公子去哪儿，奴家便跟到哪儿。公子，吃个橘子。少吃点橘子，橘子上火。公子多虑了，东郡临海阴凉，哪那么容易上火？要是真的上火了，妾身陪公子下海消暑便是。好啊，那我就多吃点。大公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末将已在醉香楼备下酒菜，为你接风洗尘。好久不见，王离。公子，请。看来又有新的榜单要现世了。公子觉得会是什么榜单？什么榜单也比不上醉香楼的姑娘要紧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公子还是我印象中的公子，请。好一个暗杀榜！寡人倒要瞧瞧，这天下刺客究竟谁能拔得头筹？陛下，放眼天下，暗杀组织除了章邯将军统领的隐秘卫、赵高的罗网，还有陈师弟创建的流沙，但流沙人数稀少，不足为惧。罗网和隐秘卫皆效力于帝国，无论是谁荣登榜首，对陛下您都是有利无害呀。章邯，陛下，唤臣何事？若隐秘卫能在暗杀榜跻身前10，寡人必有重赏。多谢陛下厚爱，臣定不辱使命。启禀陛下，臣在暗杀榜仅位列第21名，有负陛下厚望。连你也只排在21名。寡人倒是好奇，这前10的位置究竟是何等组织才能占据？启禀陛下，暗杀榜前10尽皆被一个名为暗夜的组织霸占，榜首是一位名叫飞烟的女子。根据卷轴信息显示，暗夜组织的首领正是剑神。你说什么？首领，暗杀榜现世后，我龙王潜伏诸子百家的暗谍尽数暴露，如今正被各方势力追杀。气杀我也！苦心经营多年，竟被一个破榜单弄得毁于一旦，我他不得！你立刻给我派人去东郡，给咱家把那个破碑给毁了！是。洛神驻颜丹，既能治暗疾，又能驻颜，这暗杀榜的奖励倒有趣。公子，突发军情，末将来迟了，还请公子责罚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咸阳传来消息，有杀手要摧毁东郡的神碑，末将已紧急增派守军，可等了许久，杀手迟迟未到。事后回报，东郡100里外的山谷里堆了满山谷的尸体。末将征战沙场这么多年，见惯了生死，可那场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何等场面？数百具尸体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七窍流血，没了生机，尸体却完好无损，也不是内力震死的，诡异的很。查到身份了吗？他们身上有罗网的蜘蛛刺青，全是罗网的人。今夜之事，末将已密报咸阳。看来今夜又有好戏看了。来，今夜咱们不醉不归。陛下得知此事，定会觉得东郡凶险，说不定会派人接公子回咸阳。到时候啊，末将与公子喝酒的机会可就少了。那可未必。来。
这么多年了，酒量还是没长进。公子，那些罗网杀手是你处理的？暗杀bản宫部后，我正肃清东郡的罗网暗点，偶然得知他们要毁石碑，便半路拦截，将其一网打尽。干得好，暗夜赏罚分明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无所求。若公子非要赏赐，恳请派我前往狼族边境，与天狗、眼镜蛇会合，共灭匈奴。匈奴杀我族人，屠我村落，此生我唯有一愿，杀尽狼族，覆灭匈奴。准了，你即刻出发。多谢公子。飞燕，这个给你。谢公子。这九转长生丹，功力不足，难以炼化。等到父皇突破天罡境时，再找机会给他。不知到时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有人？有意思。既然遇到了，便去凑场好戏。追！韩信，原来你是隐秘未安插在农家的卧底，今日定要取你性命！诸位，我从未伤农家一人，可否放我一条生路？放你！当年为了活命，钻过混混的裤裆，今日钻一下本大爷的裤裆，我们便放过你，如何？你。这把剑怎么会在这里？剑神前辈，我等只是缉拿农家叛徒，无意冒犯，这就离去。退！韩信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此恩此恩无需挂怀。速去投靠大秦长子秦岚，助他成事便可。晚辈遵命，韩信定不负前辈所托。听闻韩信兵法造诣极高，今日救下他，他日定能成为我大秦的一大助力。来人，传赵高即刻进殿。陛下，幽冥剑在东郡现身。什么？速派人去请剑神，寡人要见这位传奇人物。臣已派人前去追寻剑神的下落。快说说。幽冥剑现身东郡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启禀陛下，幽冥剑在东郡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幽冥剑恰好救了一个叫韩信的人？正是，不知是巧合，还是剑神有意为之。张邯，你亲自去寻韩信，寡人想见见此人，这里面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诺。等等。你顺便把蓝儿也带回咸阳吧。陛下放心，末将定将蓝公子安全带回。剑圣，你随张邯一同前往。诺。剑神一人便霸占2榜，接下来的榜单你还能继续霸占吗？真是令人期待呀。公子，这人好生奇怪，莫名就要做您的护卫，问他缘由也不肯说，您可得小心，
可能是六国余孽。兴许是你家公子魅力太大，才引得别人千里投奔呢。若是旁人说这话，我定然不信。公子嘛，妾身信。公子，章邯将军与剑圣葛聂已经到了。走吧，也是时候该回咸阳了。哎，公子且慢。还有事？公子，您回去后可否替在下美言几句？别再让我驻守东郡了，派我去大秦边疆吧。末将愿为大秦开疆拓土，征战沙场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多谢公子。不必谢，往后有你打仗的地方多着呢。公子，天下已归大秦，这境内只剩几股六国余孽的反秦势力，哪还有仗打呀？这大秦没有，其他地方就没有吗？这世界之大，除了大秦，还有海外和其他国度。这茶壶就是大秦，这圆桌就是整个世界。你以为大秦吞并了六国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仅仅是开始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那陛下可知晓？暂时不知，等春日祭典结束后，我自会告诉他。末将愿为公子马首是瞻。起来吧，这仗以后我让你打个够。本以为前来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竟有如此见识，难怪剑神前辈让我追随他。难道他是剑神弟子？公子，臣奉命带您回咸阳，派遣公子稍后带影密卫寻得韩信，咱们就启程。不必了。公子护卫韩信，见过二位大人。见过二位大人。这韩信竟主动投奔秦岚公子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？兰儿还没回来啊！陛下不必忧心，有章邯将军和葛聂先生护送，公子啊，定然能平安无虞。剑神现身东郡，各方势力汇聚，局势错综复杂，只盼他一路顺遂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公子定会吉人天下。天气转凉了，按狼族习性，入冬前必会来犯边境，搜刮粮草。传朕口谕，命蒙恬将军镇守九原，严防狼族来袭。诺。公子，天凉了，妾身怕您受凉，特意带了披风。是啊，天凉了，北方又该不太平了。公子，北方有蒙恬将军驻守九原，狼族兵力有限，不足为惧的。的确不足为惧，但唯有将其尽数歼灭，方能永绝后患。公子今日怎会这般说话？往日里他从不多言战事，今日为何这般决绝？奎秃参见首领。不错，能在这般戒备下潜入，不被任何人察觉，看来你的暗影诀又有精进了。多谢首领夸赞，不知首领深夜唤属下前来，有何吩咐？即刻前往九原，唤醒暗夜部众，配合飞燕，全力灭杀狼族。是。葛先生，明日就可以到达咸阳，终于可以卸下身上这身重担了。葛先生，怎么了？方才有人潜入营地。哎呀，葛先生，这营地四周都有将士巡逻，有人走动不是很正常吗？
不正常，那股气息远超你我，军中可无人有此等修为啊！什么？葛先生，你确定？那气息就是从公子营中传来的。什么？葛先生，张将军，不知深夜闯入是为了何事啊？刚才属下察觉公子营中有高手气息，但今公子安危，方才贸然闯入，还请公子恕罪。哦，可我帐中未有人来过。既如此，那便是属下感知有误，属下告退。葛先生，请留步。正好你来了，看看我为你谱的曲。这是？听闻你师弟魏庄位列名剑暗杀2榜，想必会对你发起挑战，我便谱了此曲为先生助威。公子，此曲何名啊？笑傲江湖。笑傲江湖，好曲子，好名字啊！早就听闻蓝公子在乐之一道无人能及，想必有了这笑傲江湖，葛先生应对魏庄的挑战，必然是稳操胜券。多谢公子厚赠，此恩在下没齿难忘。葛先生不必多礼，我只想要你一个承诺。公子请讲，在下万死不辞。永不叛变大秦。不知公子为何有此一问，但在下可以在此立誓，此生永不叛逃大秦。君子一言。驷马难追。葛聂身为剑圣，深受陛下器重，秦岚仅凭一首乐曲便将他拉拢，这还是世人口中的那个纨绔吗？妹妹，你说咱们能见到剑神，求得一颗驻颜丹吗？唉，蓉姐姐，能否见到剑神都未可知，求得驻颜丹更是奢望。如今始皇、天下剑客与刺客都在寻他，却始终杳无音讯。咱们去东郡也不过是碰碰运气，更何况即便见到了，剑神又凭什么赐丹给我们？雪姬妹妹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是1家传人。若是剑神肯赐我颗驻颜丹，我便加入暗夜做后勤。有我在，定能减少暗夜部众的伤亡。而你是名动9州的雪姬，舞跳得好，吹箫也是一绝。你以此为交换，或许剑神会动心呢。哈哈哈哈！战马养精蓄锐这么久，总算是可以派出用场了。今年一定要让蒙恬尝尝我的厉害。破九原，杀入大秦，攻占城池，抢出粮草。不好，是暗夜！该死！等我集结各部落兵力，定要讨回这血债！不好意思，死人可是没有机会讨血债的。总算是回来了。公子，咱们即刻进宫觐见陛下。是啊，陛下时常担心您的安危，如今您安然归来，陛下定然龙颜大悦。正合我意。走。啊。妹妹，怎么想和秦岚公子来个琴瑟和鸣啊？秦岚所创战阵之曲，十面埋伏，朱大秦大破赵国，早已名扬天下。
凡越道中人，无不心向往之。难道只许容姐姐找剑神，就不许我寻秦岚来一场琴瑟和鸣吗？若非如此，我怎么会让你跟着秦岚回咸阳？咱们在东郡没寻到剑神，正好在咸阳等候。你可趁机重开飞雪阁。秦岚本就是花花公子，若是重开飞雪阁，定能将他吸引过来。公子留步。陛下有令，没有他的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那就有劳公公禀报陛下。公子呀，奴家也不得入内禀报啊。现在陛下正与诸位重臣商议要事，公子啊，还是在殿外守候吧。那要等多久？老奴不知啊。倘若我非要进去呢？哎呀，公子啊，奴家也是奉命而已。若你真的要进去的话，那就别怪老奴得罪了。还请公子，你啊！再敢对公子不敬，下一次刺穿的便是你的脖子。这纨绔什么时候居然将葛聂拉拢了？葛聂身为天子剑师，竟为秦岚上奏功，此事必震动朝野。难道剑圣已表明立场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禀报！罗网之主，看来也没必要存在了。陛下口谕，令秦岚公子葛聂先生入殿，其他人在外等候。诺。李斯见过公子。儿臣秦岚见过父皇。葛聂见过陛下。兰儿，葛先生，入座吧。诺。这是驻守九原的蒙恬将军发来的亲笔奏折。蒙恬将军，莫非边关有变？狼族大举入侵？奏折中说，匈奴已灭。什么？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陛下，你可别诓骗微臣。陛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匈奴被灭，难不成是蒙恬将军率兵剿灭的？诸爱卿，此乃蒙恬将军亲笔所书，岂能有假？大秦万年，恭贺陛下！诸爱卿，坐吧。陛下，蒙恬将军为我大秦立下这等不世之功，理应火速召回朝中，重重奖赏。相邦有所不知，匈奴并非蒙恬所灭。据奏折中所说，此乃暗夜出手覆灭。暗夜这么厉害呀！暗夜不过是个刺客组织，他们为何要对匈奴出手？难道是有人花重金买了匈奴的人头？暗夜竟能一夜之间覆灭匈奴，此等实力太过可怕。陛下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，这个组织会不会对我们大秦构成威胁？连暗夜都是这么厉害，那他们的首领剑神又该是何等逆天人物？父皇，儿臣以为眼下最重要的事，不是忌惮暗夜的势力，而是应该将匈奴被灭之事昭告天下。如此一来，既能震慑六国残余势力，又能借机招兵买马，使大秦铁骑进驻草原，开疆拓土。陛下，公子所言极是，臣附议。臣亦附议。兰儿此番东郡之行，倒是比从前成熟稳重了不少。传寡人口谕，
昭告天下，匈奴已为暗夜灭除，大秦铁骑即刻入驻草原。凡大秦子民主动前往草原开垦者，赏10斤。陛下圣明。如此一来，天下人定然猜不透大秦与暗夜的关系，对各方势力的震慑力只会更强。知我者，相邦也。匈奴被暗夜一夜覆灭，剑神连战明剑暗杀2榜榜首。今日榜单即将刷新，若他再登其他榜单，或许就能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寻到他的踪迹。影迷卫乃大秦精锐，没想到在暗夜面前，竟如蝼蚁般不堪一击。陛下，末将无能，请陛下责罚。章邯将军，此非你之过，要怪就怪剑神妖孽，暗夜太恐怖。起来吧。家族榜，家族榜按各派家族实力排名，成员有对应奖励，最强者另有后赏。太好了，这榜单榜首总不能是剑神了吧？诸子百家争了多年，我倒要看看哪家能居榜首。道家定会上榜，名次如何，静候便是。我阴阳家定是榜首，届时便是我家族崛起之时。葛先生，你乃纵横家传人，纵横家必会上榜。你师弟魏庄已占2榜，若再登家族榜，便能得3份奖励。你与他决斗，胜算几何？与师弟对决，胜负4-6，他4，我6。寡人越发期待你们的决斗了。陛下，家族榜更新，第20名是1家，其传人一仙获增寿丹丹方，服之可增10年阳寿。什么？陛下可重金求购丹方，想我大秦地大物博，必是能寻到灵药的。到时候陛下也定能服下长寿丹呐。此事交你去办，事成有赏。诺。飞燕，尝尝我新得的悟道茶。是。这茶好神奇，功效好霸道，我境界瞬间稳固了。觉得好喝，那你就多喝点儿。谢公子。项氏家族排名19，霸王家族果然厉害，绝不能留他们祸乱大秦。飞燕，公子请吩咐。率暗夜部众前往西北，铲除项氏一族。是。启禀将军，匈奴已被尽数覆灭。好。儿郎们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归大秦所有，铁骑所至，即为大秦；黑龙旗所在，即为大秦疆土。大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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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秦！将军小心！这怎会天降兵器？将军家族榜上的，这定是天降奖励神器火龙枪啊！匈奴已灭，西方尚有古国，将士们，随我出征，为大秦开疆拓土！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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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陛下，此乃老臣等家族榜所得紫龙果，正是陛下炼丹所需的材料，臣愿献给陛下。爱卿有心了，你愿献真心于寡人，寡人定不会亏待你。谢陛下。这是万年灵乳，赠与相邦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，此物太过贵重。寡人一言九鼎，岂能收回？谢陛下。陛下，家族榜的6至8名已公布，分别是农家、儒家还有兵家。难怪这些人不肯臣服，原来是自恃实力，待价而沽。陛下，农家和儒家的最强者倒是没什么异常，只是这兵家的至强者呀，乃是一名叫韩信的人，这榜上把他列为兵仙。哦，居然是韩信，传他进来。诺。传韩信。韩信见过陛下。免礼。此剑何名？名剑榜第23名，钱交。钱交遇风云便化龙，寓意非凡。不知你这钱交能遇谁化龙？启禀陛下，臣认为双榜榜首剑神便是能令钱交化龙之人。陛下息怒，韩信未能领会陛下深意，还请陛下。葛先生多虑了，寡人为何要怒？听闻你是兰儿的侍卫，莫非是剑神之意？是。陛下，剑神为何令韩信追随秦岚公子？这其中莫非有深意？剑神用意，寡人不知，但既如此安排，韩信，你便继续跟着兰儿吧。诺。真龙棋局有趣，此等奖励正合老夫心意。不知荀子要多久能解出真龙棋局？以他士气之心，想必正在独自苦苦钻研呢。公子，飞燕传来消息，项氏一族已灭。这鱼儿咬了饵，岂能放过？延吉，今天中午炖鱼汤。是公子。陛下，阴阳家、纵横家已分列家族榜2、3名，如此看来，榜首必定是嬴氏家族啊！臣为陛下贺嬴氏登顶。好，此次榜首再不会被剑神独占。赵高，速召众公子入殿见证。诺。兄长，家族榜榜首即将刷新，你觉得哪家能当榜首？兄长不学无术，这般大事竟不在意。兄长，你觉得哪家能当榜首？你关心这个能当酒喝吗？二弟，不如跟为兄喝一杯。秦岚兄无大志，空有长公子的名头，根本难当储君之位。唯有我能扛起大秦江山。蓝公子定力非凡，众人皆念榜单，他却视之不及杯中酒。强者当藏至于内，不表露于邪。扶苏缓得坏师，难当大任。兰儿处变不惊，倒像朕年轻时，难怪剑神令韩信追随他。
家族榜第1名嬴氏家族。恭贺父皇，恭贺嬴氏登顶。朕与诸位同饮，共贺荣耀。最强者定是陛下，恭贺陛下喜得神奇宝物。恭贺父皇。朕凭此剑，荡平6国，威震4海，嬴氏最强战力，朕当之无愧。哎呀，陛下你快看，最强战力要刷新了！恭贺陛下荣登榜首，成为家族最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嬴氏家族最强者，剑神。剑神？怎么会？这剑神怎么是嬴氏族人？是黄道真气，我在洗髓伐毛。是我想多了，男儿怎回事？难道男儿就是剑神？剑神？兄长怎么可能是剑神呢？他若是剑神，那我岂不是永无翻身之日？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兰儿，你真是剑神？父皇，你知我最讨厌练剑，我又怎么可能是剑神呢？那你身上的光珠……父皇，定当是大哥与二哥离得太近，这天道误判，所以将这天道的奖励全部落在大哥身上。原来如此，兄长，你这真气可配不上长公子的身份。二弟，你身上的真气可真是多呀！怎么可能？我的黄道真气呢？剑神到底是谁？黄道真气可洗髓伐毛，尔等回去要好生修炼。是，父皇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方才秦岚本是垫底的，扶苏突然真气没了，反倒成了垫底的了。可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真气怎么突然就没了？家族榜奖励仍未助我突破破虚境，罢了，还是回家种地去吧。老鬼，快帮我解开这真龙棋局！我的真气虽少，但浓缩的都是精华。日后施展黄道集结秘术，看看能有何等威力。陛下，蒙恬将军急报。赵高，奴才在。长公子呢？长公子昨夜喝花酒，宿醉在酒楼。果然潇洒，不愧是寡人长子。该陛下为何对这纨绔如此宽容？陛
陛下，是否召蓝公子入宫啊？不必，寡人亲自去他府邸一趟。你不必跟着，速传李斯即刻到兰儿府邸。诺。相国，陛下命你即刻前往秦岚公子府邸。陛下可有明示何事啊？这个老奴就不知了。我即刻动身。招抚令且慢。相国有何见教？本相劝你莫与蓝公子为敌，他是长公子，深得陛下偏爱，与王离将军相交甚笃，连葛聂先生也对他另眼相看。若再占榜单优势，必是楚军有利人选。胡亥公子排行第18，距皇位甚远。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。莫要与秦岚公子为敌。李斯啊，李斯，若秦岚真能继承大统，那天下之大再也没有我赵高的立锥之地。胡亥对我言听计从，我必扶他上位。谁敢阻拦，杀无赦！儿臣见过父皇，李相国。免礼，兰儿，带父皇逛逛你的府邸。是，请。父皇，逛了这么久，不如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喝口茶。好，你们也坐吧。父皇，尝尝儿臣府中的茶。好。甘醇回甘，好茶。这是什么茶？回父皇，这是巴蜀贡茶。贡茶？可味道明明不对啊。的确是贡茶，只不过儿臣将这贡茶重新加工了一番。兰儿，像这种茶你还有多少？若是父皇喜欢，回宫时儿臣赠送父皇点儿。好，李斯，把蒙恬的奏折给兰儿。兰儿啊，蒙恬西进途中俘虏了一支西域骑兵，对方竟然来自孔雀王朝，镇守天竺国。他在奏折里对你大加赞赏，说你私下与他谈论时，便早已提及大秦之外有他国存在。兰儿，父皇想知道，你究竟是如何知晓这天下除了大秦，还有其他帝国存在的？父皇稍后，儿臣定会为您解惑。好。陛下，这样看，长公子并非和平时所见无所事事啊。真如蒙恬将军所言，大智若愚。通过今日接触长公子，微臣对长公子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。古人云，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。寡人之子，岂能反俗？陛下所言极是。来，相国，咱们继续喝茶。对了，等会儿走的时候，咱们从兰儿府中带点茶回去。陛下，那点儿是多少啊？自然是全部。反正兰儿会炒茶，咱们留下未炒的给她，把炒好的
全部拿走便是。陛下英明。父皇，这是……父皇，请看。什么？大秦的疆域竟这么一小块？世上还有这般广阔的地域？长公子，这个地图是从何而来？当真属实？父皇，相国，儿臣又怎么会骗你们？蒙恬奏折里说的孔雀王朝和天竺国，就在这里和这里。寡人原以为齐国便是天下的中心，横扫六合便是终点，没想到天下除了大秦，还有他国存在。看来一统六合只是新征程的起点。大秦有明剑榜、暗杀榜、家族榜，如今还有这么多的国度，会不会有帝国榜？以父皇的性子，若真有帝国榜，他必定会灭尽诸国，独霸榜单。若真有那一日，倒真热闹了。然而，这地图你是如何得来的？回父皇，这地图是儿臣所画。什么？你画的？正是儿臣所画。那你怎么知道除了大秦帝国以外，还有其他帝国的存在？是一位神秘人告诉儿臣的。神秘人？何等模样？他戴一副面具，身背黑色长剑。面具、黑剑，莫非是剑神告诉兰儿的？兰儿究竟有何魅力，竟能让蒙恬、剑圣以及剑神看好他？兰儿，这幅地图可否送给父皇？当然可以，您是我的父皇，要啥拿啥。要啥拿啥？对啊。那好，你查好的贡茶，父皇可就全部拿走了。放心，父皇不会白拿你的茶。这是万年灵乳，你每日沐浴前滴入一滴，即可洗髓体内杂质。多谢父皇。父皇听闻你时常出入风月场所，府内侍女妖娆妩媚，以你现在的体格，是绝对承受不住的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就算不用这万年灵乳，身体也是棒棒的。李斯，回宫。恭送父皇。飞燕，公子，交给你个任务，潜入皇宫，静待我父皇突破天罡境，将这枚丹药悄无声息地给他。诺。等等，公子还有何事？这里有2包悟道茶，一包给你，一包给父皇。多谢公子，请公子放心，我保证完成。为何父皇会亲自前往擒拿这个纨绔的府邸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凭什么？本公子说过，没有允许，不得进。公子啊，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你就犯下大错了。何出此言？陛下离开秦岚的府邸之后，定然会派人监视各位公子，考察心性。你刚才的这些举动，要是传入陛下的耳中，你还想立什么太子？老师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此事我会处理。
不会让陛下知晓的。不过今日我来找你，是有要事和你商议。还请老师明示。这儒家的三当家张良和扶苏交好，儒家可能会支持扶苏，这可是对你天大的威胁。什么？儒家支持扶苏？老师，那你可有什么法子帮我？放心，我有罗网相助，我已经替你笼络到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。是谁？农家。农家？老师，农家在江湖之中号称游侠，他们怎会帮我？你放心，我已经谈妥了，只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凡事皆听我的安排。明白，一切听老师安排。公子似有心事，莫非因为陛下去了秦岚公子府邸，或者是因为黄道真气消失之事？正是，我本想借黄道真气提升修为，可不知怎么了，却凭空消失了。现如今连秦岚都比不过，可父皇又偏宠秦岚，我实在着急。公子勿急，尚有一法可解。什么办法？我师叔荀子得了真龙棋局，困于其中多日，扬言谁要能解开，便赠棋局奖励。公子若能解开，不仅奖励对你有帮助，还能获得师叔好感。他若开口，儒家皆可支持你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好，你现在带我去儒家。公子稍安勿躁，由于真龙棋局难解，我师叔背着棋盘四处找人破解。听闻咸阳有擅长棋艺的魏阳君，我师叔已经在来咸阳的路上了。那不是我爷爷吗？我即刻前往。古罗马帝国、孔雀王朝，还有安息帝国，以及大大小小数十个帝国，这可比六国强大数倍。陛下，看样子大秦帝国得韬光养晦，方能借此时机对他们发起进攻。大秦铁骑绝不能停止不前，得让大秦黑龙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大秦铁骑所过之处，皆为大秦。陛下英武，大秦万年，陛下万年。李斯，三榜榜首剑神若发动暗夜全部力量，你觉得能灭掉一个帝国吗？陛下，微臣不知。剑圣，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若那支队伍也是剑神的，再配合暗夜，要灭掉一个帝国，应当不是难事。那支队伍，你是说昔日帮助陛下镇压叛乱的那支玄铁骑兵？是。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陛下，若真如剑圣猜测，那剑神确有灭国之力。究竟是与不是，也唯有剑神才能回答。尽管剑神乃寡人族人，但寻找绝不能落下，定要找到剑神，确认对方身份，寻得帮助。唯有这样，方能提高日后扫除天竺、进攻孔雀王朝的胜算。诺。见过陛下。事情查得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扶苏公子与儒家张良下棋，明显心不在焉，博弈输给了对方。扶苏公子似乎想要通过破解荀子的真龙棋局的方式，获得儒家支持，
朕一直告诉他少与儒家来往，他还是一意孤行。陛下，扶苏公子也只是驾驭儒家，怕是他驾驭不了，反被利用。胡亥呢？胡亥公子府中一切正常，一直在修炼。哦，有没有人到过他的府邸？中车府令赵高曾来过，见公子们在修炼，便径直离开了。朕知道了，继续派人在咸阳城寻找剑神与遗仙。你下去吧。诺。李斯，微臣在。传朕口谕，近期暂不上朝，朕要闭关修炼。诸事待朕出关之后再议。诺。谁能吃白子货上，赏1000金。这么多呀！1000金啊！我一盘棋局，我的个乖乖！这老头这么有钱吗？博弈一场居然赏1000金啊！你可别小看这棋局，刚才可是有许多人尝试，可结果却是全都口吐鲜血。这便是荀子，他竟想到用这个办法来解棋局，咸阳城又要热闹了。我来。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又倒下了啊！我靠，这到底是何残局，威力如此巨大？我看这不是下棋，这是在下命啊！哎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。公子，咱这就走啊，这里挺热闹的，不如咱们多看会儿。不必了。这气息，始皇帝应该是突破了天罡境。黄道真气果然霸道，助朕缩短修炼时日。剑神若施秘术，修为加持，何等恐怖！剑神究竟是嬴氏哪位老祖？九转长生丹，悟道茶。剑神真是我大秦的守护神，对寡人，对大秦太过眷顾。剑神守在门口，影迷为戒备森严，剑神竟能悄无声息潜入，实力实在恐怖如斯。他若想刺杀寡人，寡人绝无生机。剑神灭匈奴，借兰儿之手送世界地图，如今又送长生丹与悟道茶，他难道是想告诉寡人什么？恭喜陛下突破！寡人闭关期间，可有旁人来过？陛下，臣全程看守，无人入内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无妨，随口一问。赵高，传朕旨意，即刻上朝。遵旨。参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剑神乃嬴氏族人，更是我大秦守护神，灭匈奴，除六国余孽，守护大秦。即日起，封剑神为帝国守护神，征召壮丁，在咸阳城东修建剑神雕塑，祈福大秦永固。
大秦万年，陛下万年，剑神万年。这是什么图啊？什么图？没见过呀！是啊，此图从未见过。我大秦疆域为何如此之小？诸位，陛下能把此图挂在大殿上，想必并不是泛泛之物。诸位还是静候看陛下怎么说吧。不错，诸位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大秦之外，尚有诸多帝国，地之大，不知几千万里，海之涯，无边无际。天地之间，唯我大秦驱虎过肩。大秦当立万世基业。先前预言亡秦者胡，始皇帝死而地分，朕偏要倒平诸国，看谁敢撼我大秦。朕决定出发西北，先吞楼兰、天竺，再回师西方，征讨大月之西域诸国孔雀王朝，让四海皆归大秦。臣愿为陛下先驱，扫平天下。章邯将军，朕日后定给你开疆扩土的机会。谢陛下。朕闭关期间，可有要事？禀陛下，儒家荀子携真龙棋局入咸阳，诸子百家纷纷涌入咸阳，意欲破解夺取其中天级奇珍奖励。有意思。传朕口谕，腾出驰道云阁，让荀子摆下棋局，天下人皆可入局破解。届时，朕将亲至。陛下三思啊！诸子百家齐聚咸阳，反秦势力恐借机对您不利呀。陛下三思啊！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哦，退下吧。诺。章邯，末将在。唤兰儿前来，就说朕要请他喝茶。诺。等等，陛下还有吩咐？算了，把其他世子也一同叫来吧。诺。陛下为何偏爱秦岚这个废物？论治世不如扶苏，论武功不如胡亥。他除了懂些乐道，便一无是处，还整日流连青楼。陛下怎会这般宠溺他？你在想什么？陛下，老奴是在想陛下您亲自去驰道云阁，该如何护您的安危？保障朕的安危，不如重金聘请暗夜前10杀手护驾更稳妥。陛下这如今陛下对罗网越发的不满了。如今之计，只有赶紧找到医仙，以长寿丹方重新博取陛下的宠幸。韩信，你告诉本公子，你的兵法谋略，为何你总是执着于水攻呢？公子，以前有人给我算过命，说我天生水命，唯有用水，方能发挥自身才能，成就不小功勋。好，本公子相信你，为你的功勋干一杯。举杯。公子行事洒脱，倒不似扶苏公子那般迂腐。公子，陛下召您入宫。原来是张将军，来，坐下，咱们喝几杯。
陛下急召，其余世子都到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真的，真的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韩信，等我回来啊，咱们接着喝。行，没事。公子，属下等你回来。好，哎，走。你们接着跳。来。秦岚身为长公子，偏偏迟迟不到，碍于长幼有序，他不进来，我们谁也无法入殿，就只能在这儿挨斗。凭什么？就是，我上次迟到半炷香，父皇罚我在殿外跪1个时辰。父皇却从来不怪罪于他，我实在不甘心。诸位哥哥弟弟，在我看来，父皇这是在另类的疼爱我们，盼我们早日成才。秦岚无所事事，或许父皇早就已经放弃他了。我还说的有道理呀。你这么分析，我心里就平衡多了。陛下，世子们已在外等候多时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是否先宣世子们入宫啊？老奴怕他们冻坏了。赵高，你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？陛下，老奴不敢，只是忧心世子们，所以才斗胆进言呐。怕受冻，那你便出去陪他们冻着。出去之前打断右臂，以儆效尤。这，诺。谢陛下开恩，老奴遵旨。父皇定会以为大秦隐患在狼族，届时重兵囤积边境。若父皇驾崩于东游途中，有人假传圣旨，拥立他人为帝，此人掌权后打击异己，大秦必会内乱。届时国内兵力空虚，6国残余虎视眈眈，朝堂更迭，内乱四起。父皇，你觉得大秦会如何？假传圣旨，若假设成真，那么谁最有可能篡改遗诏？还要等多久？再等下去，我要受风寒了。大家再忍忍，吴老师替咱们求情，已经受了责罚了。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哎呀，各位，老奴受点责罚不算什么，都怪那个秦岚太任性太任性了，才害诸位受苦了。难道这一切都是秦岚故意的？各位弟弟，你们为何不进殿？在这寒风中等我做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这个长公子迟到，我等又怎敢擅自进入？没错，就是你必须给大家伙道歉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我陪大家一起受冻，以示赔罪。你还要受冻？兄长，我承认我刚才说话语气大了一点，你就别拿弟弟们开涮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再不进去，弟弟就要冻死在这儿了。是啊，弟弟日后为您马首是瞻，说一不二。你们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进殿吧。感谢兄长，感谢兄长。张邯将军，进去禀报。诺。诸位公子，陛下有请，请随末将进去吧。赵大人，陛下并未请你进去，还请在殿外等候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免礼，入座吧。多谢父皇。上茶。
诸位，今日寡人邀请你们来喝茶，可有兴趣猜一下，此为何茶？猜出后，寡人重重有赏。如何呀？兰儿，你是长公子，你先说。父皇，这茶叶是神级名珍悟道茶。悟道茶放眼天下都是珍稀少有，剑神虽然说是营世之人，可想要拿出悟道茶，恐怕还是不行啊。我说大哥，你怕不是还没有醒酒吧？敢在父皇面前信口开河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兰儿，你为何会猜是悟道茶？若不能给寡人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寡人全当你是酒后胡言，定会重重惩罚你。父皇，理由很简单，若这只是普通的茶叶，绝对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唯一能让父皇大张旗鼓的，我想唯有榜单上的悟道茶。而且剑神又是营氏族人，儿臣猜想这茶叶是剑神所赐。不错，此茶正是悟道茶。啊，这是悟道茶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公子，这可是悟道茶，你就这么一口直接喝完了？你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去，再给兰儿倒上一杯，算是对他答对此茶的奖励。多谢父皇。来，今日寡人与诸位同饮此茶。多谢陛下赏赐。儿臣多谢父皇。你们要谢，就等得知剑神身份后，由你们亲自向他致谢吧。此茶是寡人闭关期间剑神潜入所送的，只可惜啊，寡人当时不知。寡人闭关期间，可有旁人来过？陛下，臣全程看守，无人入内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无妨，随口一问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大人，请回吧。陛下已离开黑龙殿，闲杂人等绝不能再踏足殿内。老奴知道了，这就告退。哼。老夫走遍天下，见无一人能解此局。难道这棋局当真无解？师叔不必心急。师叔，始皇以下告示，邀请天下群雄前往驰道云阁，共解残局。以始皇的号召力，再加上师叔的悬赏，定能有人破解此局。小梁子说的对，是老夫太执着于这棋局了。3日后，老夫便去驰道云阁摆局。在此之前，仍然留在这里，兴许能有人机缘巧合解开此局。是，一切听师叔吩咐。哦，对了，有未央君的消息吗？回师叔，我托扶苏公子打听了，未央君尚未出关，其府邸还不让外人进入。只是听闻未央君烦心之时，会找秦岚公子喝酒。哦，就是始皇帝那个只会喝花酒、无所事事的大公子。正是。我知道了，
等未央君再去找秦岚之时，即可告知我。是。你且退下，又有对弈之人来了。剑神竟能算准，寡人需突破天罡境，才能彻底吸收药力。此等洞察，实在恐怖。真不知剑神究竟是谁？他日相见，定要当面感谢。张邯、剑圣，陛下。啊！陛下体内生机如此旺盛，莫非剑神不仅送了悟道茶，连九转长生丹也一并赠与陛下了？今日你们陪寡人练剑，许久未曾像这般畅快了。诺。你说到底是谁在想我？是醉花楼的花魁，还是龙凤客栈的老板娘？不对，若是白子走这一步，黑子定会紧随，不出2步，便会被吞没。到底要如何才能绝境重生？黑子如帝王，白子如平民，平民到底怎样才能逆转乾坤？韩信，别他妈瞎琢磨了。你若无心钓鱼，就滚去下你的棋，别在这碍本公子的眼。多谢公子成全，属下这就滚，绝不耽误您事儿。绝地反击，唯有自断后路，方能逆境扭转。逆境之局，这一手，兴许就是奇魂中的神之一手吧。公子，何事？有人花重金雇佣刺客，暗杀始皇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，所以我才急忙赶来，请公子定夺。知道是哪方势力吗？赵楚的残余部队打伤了士兵，从劳苦之地逃窜，组织了起来。那既然如此，还留着干什么？都杀了吧。诺。等等，我记得你还没有合适的佩剑，对吧？回公子，还没有。那解决完此事，你去一趟匈奴北方的楼兰古国，那里有把古剑蚩尤，剑身还有煞气，乃为魔兵。收服了它，能成为你的斩击利剑。若收服不了，便会被此剑魔化，沦为剑奴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收服它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多谢公子成全。下去吧。看样子，寡人得做点什么了，以此来肃清这些余孽残部。张邯，陛下，寡人命你率3万铁甲军，即刻剿灭最近时常跳出的6国余孽，以此来震慑这些宵小。诺。陛下，此乃机关加工书班根据榜单奖励打造出的暗器血滴子，他希望能打造一支新军来装备此暗器。哦。葛先生，你觉得此军由谁执掌合适啊？陛下，您可还记得秦岚公子身边的护卫韩信？臣以为
他正适合作为执掌此军的人选。你怎么突然向寡人举荐他？陛下，剑神行事皆为帝国利益，灭匈奴赠您长生丹和悟道茶，凡他出手，皆有利于我大秦。他邦韩信，无论巧合与否，都值得我们重点培养啊。除此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？陛下，臣确有私心。千兰公子于臣有恩，而他在诸公子当中势力最弱，臣替他担忧，故而才举荐他的侍卫。若韩信能执掌此新军，即便其他诸公子针对秦兰，他也能有底气应对你这回答倒是出乎寡人的意料。既然你如此坦诚，寡人便准了。来人，宣韩信、兰儿进殿。诺。多谢陛下。葛先生当真觉得兰儿在众子当中是最弱的一方？正是。那你可小看他了。陛下，您此话何意啊？你可知道寡人为何如此偏爱兰儿？臣不知。众子之中，唯他最像寡人。不动则已，动则一鸣惊人。别看他平日闲散，实则在暗中早已掌握朝廷数股力量。驻守九原的蒙恬对他大加赞赏。掌管百战穿甲军的王离更是与他相交莫逆，而如今你还要为他出头，举荐他的侍卫。这般一来，你觉得兰儿还是最弱的一方吗？以寡人看，他才是最大的赢家，而他的性格才是寡人最偏爱他的地方。众多士子皆不如他。论魄力，谁敢在朝堂怒扇世子？论交际，能轻松收服重臣大将，令人心服口服。论隐忍，能掩人耳目，暗中积蓄力量。陛下，是臣愚钝，若非您提醒，臣还在为秦兰公子打抱不平，现在反倒是要为其他公子担忧了。若非榜单出现，朕便早已立他为太子，继承帝位。可如今，唯有满足朕提出的3个条件，才能有资格被立为世子。陛下，您觉得秦兰公子有机会吗？究竟有没有机会，得看他们自己努力争取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想做帝王之位，就得有常人不能及的成就。寡人横扫6国，天下一统，这只不过是大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。他们若不能超越寡人，怎能坐稳江山，横扫其他帝国？怎么样？让你别去，非要去。如今落到这副模样，爽了吧？公子，你莫笑我了，我这回知道厉害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碰着真龙棋局了。回去好生养伤。是，公子。稍后别给本公子丢脸，好好表现。放心吧，公子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见过陛下。免礼。兰儿，你可知父皇唤你前来何事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已知晓。好。开始吧。尔等作为帝国俘虏，
理当作为苦力直到死。可如今有一次生还的机会，只要在韩信将军手中幸存，尔等可活。兰儿，你觉得韩信会撑得住吗？父皇，韩信对付他们足矣。葛先生，你觉得如何？陛下，臣与蓝公子的观点一致。那寡人倒要看看韩信的实力到底有何特别之处。他的暗器是什么？好恐怖！别管了，一起上，拼了！陛下，公子，不负所托，我已将这些死囚全部斩杀。好，韩信勇猛，雪滴子霸道，二者相融，必成大秦猛将。今日起，封韩信为雪滴将军，从大秦铁骑中挑出10万精兵，组建雪滴军。多谢陛下。你们下去吧。诺。见过陛下，恭喜陛下又喜得一良将。李斯啊，在你看来，众子中谁最合你的心意？若让你给众世子做老师，你想做谁的老师？寡人再问一次，众子之中，你选谁？启禀陛下，若真让臣在众公子中选的话，那臣选秦岚公子。哦，为何不选扶苏？他贤良之名，远近皆知。启禀陛下，扶苏公子身边有诸多贤才辅佐，不缺微臣。报！蒙恬将军急报！呈上来。陛下，难道是蒙恬将军又发现了西方古国，前来报喜？沙漠中出现一条怪蛇，打散后重新凝聚，且变得更强。蒙恬将军大队受阻，无法前往楼兰。这难道是楼兰古国依仗的屏障，无以攻克？那不如令蒙恬将军先班师回朝，再从长计议。若一条怪蛇就能拦阻大秦铁骑，我大秦还如何横扫世界？是微臣失言。若是剑神在，定能为寡人解此难题。陛下，影秘卫探报，咸阳城现已聚集道家、阴阳家、农家等各方势力，影秘卫已潜伏驰到云阁，黑铁军也已待命，确保陛下安危。请问陛下何时启程？章邯将军，立刻出发。诺。出发前去安公侯府，将寡人的伯父魏阳君请来。陛下，魏阳君不在府里，
此刻正在长公子的府中。相国，魏阳君怎会与这兰儿走在一起？陛下有所不知，长公子棋艺精湛，曾多次赢魏阳君。二人对弈的赌注便是1壶酒，输家便要饮1壶酒。兰儿倒是深藏不露，不仅棋艺精湛，还能让寡人伯父甘愿饮酒。相国怎会对此事如此清楚？不瞒陛下，微臣也曾多次与长公子对弈落败。有一次，微臣喝多了，还掉进了井里。原来相国也有栽跟头的时候。兰儿真是越来越让寡人好奇了。等真龙棋局之事了结，朕定与他对弈一局。哎，公子，微臣输了。老爷子，咱们再来一局吧。哎，今日不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情必须亲自去一趟。是不是真龙棋局那件事？正是。我已经答应儒家荀子，今日与他一同破解棋局。不如公子随我一同前往。今日高手云集，陛下也会亲临现场。公子去了，兴许能招揽几个不错的门客呀。老爷子发话了，晚辈岂能不从啊？好。凡是能破此棋局者，棋局珍宝，老夫双手奉上。真的假的？靠，不就是一副破残棋吗？直接把这棋盘砸了，这其中奥秘不就解开了？敢在荀子面前动手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荀子前辈，由我来领教下这残棋究竟有何奥妙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阴阳家护法甘罗，阴阳家位列家族榜第2。甘罗身为护法，实力不容小觑，恐怕他能解开这残棋。伯父，你觉得以甘罗的棋艺，能否破解棋局？连荀子的棋艺都无法破解，何况甘罗呀？伯父觉得兰儿如何？陛下，以公子的棋艺，普天之下恐怕只有荀子的棋艺能与之一试。那伯父觉得兰儿能否解开真龙棋局？陛下，微臣不知。究竟能否解开？等到合适的机会，可让兰儿前去一试。陛下是要让秦岚试一试？不仅是兰儿，还有其他士子，这也是寡人给他们竞争的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破解这真龙棋局。哎，据说甘罗是阴阳家天赋异禀之人啊，如今连他都被反噬，这棋局我看根本就解不开。还有何人要试试？我来。是我农堂家主上了，我农家定能将此局解破。这都不行。真龙棋局到底是残局，还是真正的死局？诸位，还有何人要尝试？父皇，儿臣愿意一试。
去吧，莫让天下人耻笑。还请父皇放心。公子扶苏，特来请教。原来是扶苏公子，久仰大名，请。李斯，臣在。你认为扶苏能破其局吗？臣认为绝无可能。理由？玄子是微臣老师，若他都不行，那扶苏公子也绝无可能。多谢玄子前辈。无妨，我应该谢谢你，能下到这一步，已经很用心了。可惜啊，终究未能绝境翻盘，可叹呐。父皇，儿臣败了。下去养伤吧。是。传朕口谕：凡嬴氏族人破此真龙棋局者，封侯拜将。世子若能解，寡人答应他的一切条件。父皇，儿臣公子高愿一试。去吧。父皇，儿臣胡亥愿意一试。好。原来嬴氏族人也不行啊，跟咱们也差不了多少嘛。无非是生在帝王家，有个横扫天下的爹罢了。拼爹的时代。陛下息怒，真龙棋局本就凶险万分呐。是啊，陛下，白棋败局已定，扭转棋局可能性为零。还请陛下莫要怪罪诸位公子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哼，这白子难道不就是大秦的写照？大秦从蛮夷之地崛起，面对强于自己数倍、100倍的强国，无所畏惧，奋发图强。这白子虽处劣势，但定然有逆转败局的机会。这些世子屡败，丢的不是寡人的脸，是大秦的脸。陛下，以臣之见，不如让秦岚公子一试。秦岚，父皇，儿臣在。哎，他就是始皇那个爱喝花酒、一无是处的长公子啊！除了一手十面埋伏，他还有何功绩？完全是生了个好爹。始皇现在呼唤秦岚，我看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他要是能破开，我直接倒立吃屎！放肆！谁再敢侮辱公子，杀无赦！葛聂身为天子侍卫，竟会为秦岚出头，老夫倒是期待此子有什么不同之处。然而，寡人听闻你棋艺很强，可有此事？棋艺啊，还算可以吧。那就去尝试，
破解真龙棋局吧。好。荀子前辈，咱们这就开始。那就开始吧，公子直白先行。什么？自满棋？这不是自杀棋吗？我看他完全不会，完全是瞎胡闹来了。臭死我了！不愧是咸阳城出了名的纨绔，这一手倒是符合他的身份啊。公子若是不会下，就立刻离开，休要扰了老夫的真龙棋局，否则休怪老夫不客气。公子这是做什么？兰儿究竟在干什么？自杀是天门，寡人从未见过这么傻的。父皇，还请息怒。兄长他根本不懂棋艺，下成这样，也不能全怪他。是啊，父皇，兄长对棋艺一无所知，如今下了这一步棋，绝对是喝多了。秦岚此次若不能破解真龙棋局，寡人定会好好惩罚他。前辈不要着急啊，这棋才刚下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您都一把年纪了，可这脾气还是这么大，一定是肝火旺盛。等下完这盘棋再下，给你找个中医调理调理。怎么会？这……本以为白子开局自杀早该结束了，没想到杀出来一条血路，这到底是什么下法？看来不是秦岚不懂棋，而是他的棋道就出神入化了。我等凡夫俗子看不懂罢了。世人吃白子皆是防守，可越是防守，输的就越惨。唯一能够扭转败局的是公子的第一手自满棋，以此诱敌深入，老夫真是受教了。好，非常好，李斯，你此次举荐有功，有赏。多谢陛下。秦岚震慑诸雄，扬嬴氏家族雄威，更迎大赏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，刚才老夫不敬，还望海涵。公子帮老夫破了这真龙棋局，了了老夫的愿望，此等恩情，老夫感激不尽。以后公子有什么事，但凡说一句，老夫在所不辞。恩情那就算了，只要你记得将这棋盘中的棋针给我，那是我应得的。公子，请拿走吧。谢了，这东西本公子就收下了。哼。
启禀公子，余孽铲除。有劳张将军了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诺，带走。父皇，儿臣不负所托，破解了真龙棋局，拿到了奇珍。这奇珍对父皇非常有用。好。不愧是寡人的长子，此番你理应当上。不过兰儿，可否先给寡人看看羊皮卷上的内容？当然可以，不过现在天色已晚，咱们还是晚膳时再进行观看吧。走，咱们这就去用膳。师叔，今日之后帮我约下秦岚公子，老夫还想与他再对弈一盘。师叔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你对秦岚了解多少？往日来看，秦岚公子除了吃喝玩乐，从不干涉朝政，因此我从未研究过。这小子倒是合我胃口，爱喝酒，好下棋，性子放荡不羁。兰儿，快拿过来，让寡人看看。这难道天下剑客的真龙棋局究竟藏着何样秘密？父皇，这上面的内容您一定会喜欢，全当儿臣送给您的一个礼物。哦。这简直天助寡人也！有了它，寡人征战其他帝国可谓是探囊取物呀！父皇，这份礼物可还满意？满意，当然满意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大秦铁骑必定百战百胜。陛下，这上面是什么内容，竟让您如此赞叹？相国，这羊皮卷上记载着10种排兵布阵之法，将士们习得之后，相互配合，征战海内外，必能横扫西方诸国，一统世界。陛下万年，大秦万年！众爱卿免礼，坐。传朕口谕，速召蒙恬、王离、李牧诸位将军返回咸阳，寡人有要事相商。诺。儿，今日你力挽狂澜，又将如此珍宝献给朕，说吧，你想要何种奖励，朕都答应你。父皇，儿臣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还望父皇成全。但说无妨。父皇，王离将军才华出众，令他镇守东郡实属屈才。如今各方势力暗流涌动，不如令他领兵剿灭6国余孽，在南征百越，大悦之。如此，便为我大秦征战他国开辟道路，迈出第一步。本以为兰儿会提无理要求，没想到好，就依兰儿所言，等诸位将军到京城之后，朕自会下旨。多谢父皇。入座吧，今日一同
等候榜单更新。是。第四，你觉得此次榜单刷新会是什么新榜单出现？陛下，金榜榜单乃天赐之物，微臣不敢妄猜。但无论何种榜单，以陛下横扫六合的功绩，必有奖励，甚至占据榜首，也未可知。第1名幽冥剑，持有者剑神；第2名蚩尤剑，持有者飞烟；第3名天问剑，持有者嬴政。什么？陛下息怒。榜单排名各凭本事，寡人被挤下，何怒之有？第3名阴阳家，最强战力者东皇太一；第2名纵横家，最强战力者鬼谷子；第1名嬴氏家族，最强战力者剑神，奖励神级物品青铜古船。青铜古船也太逆天了吧！大秦有了它，简直战无不胜啊！以前大秦能水淹楚国，现在有了这船，火攻都没用。羡慕嬴氏家族，啥也不干就有丰厚奖励，我咋没生在嬴家呀？就你这点出息，要是我就去当剑神手下，明剑榜、暗杀榜奖励都能拿，多爽！对，就是能拿到爽。破虚丹，或许能助老夫突破神虚境。青铜古船可畅游海洋，这正是老夫心心念念之物。乘此神船渡海，定是不一样的旅程。看来得去咸阳找剑神，求登船之机了。金戈铁鸣，战鼓之声，这是什么榜单？难道是？好，天佑寡人！大秦铁骑之威定能上榜，说不定能拿下榜首。恭喜陛下，我大秦的实力必将再增，有金榜的相助，陛下征战海外的步伐定会加快。公子，有了军队榜，大秦定会日益强大。待军队休整完毕，便可向西北和西南进军，与他国一较高下。老爷子，难道你还想披甲上阵，奔赴战场？若有机会，自然愿意呀。久久老秦，岂有安然寿终的道理？要死也得死在战场上。那一日，我拭目以待。来。第7名雪滴军，奖励每名铁骑地级下品洗髓液1瓶。地级洗髓液，我这般出身竟能得到如此宝物啊！有了它洗髓，我定能突破先天，甚至达到地煞境。雪滴军上将军，冰仙韩信，奖励天级下品武学万战诀。剑神，你曾救我一命，此恩我铭记于心。待我变强，你若有需要，我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记得洗髓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速回营地服用。怒！雪滴军仅排第7，大秦还有4支精锐，本该再占4个名额，难道还有其他强悍的军队？这未知的军队是谁的？大秦精锐能拿下此次榜首吗？陛下，微臣认为金榜榜首必是我大秦铁骑，放眼天下，谁能与之抗衡？若剑神也创建一支军队呢？陛下，以一人之力创建一支军队，
臣以为绝无可能。那便拭目以待吧。第2名，银河水师，奖励全体成员上品丹药避水丹，水师统领剑神。银河水师隶属于剑神，这怎么可能？究竟是何等人物，竟能位列蒙家军之上？剑神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水师？难道这支军队一直漂泊在海中？来人，上将军，备马，挑选一支轻骑小队，随本将军即刻前往东海之滨。诺。该死，这杀生竟如此难缠！不要危险！不知道他是何人，实力竟然强悍至此。将军，我军伤亡惨重，不如先撤退再做打算。不行，今日必孤可杀手，绝不能让他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。可是，这是军队榜的奖励，太好了，将军！听我命令，催动刚习得的最强技能，随我全力一击！该死，这金榜究竟什么来历？这奖励竟然能让这支铁骑队伍战力暴涨！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禀告大祭司，否则圣国危矣！将士们，出发，随本将军继续深入沙漠。诺。劝你们收起长枪，莫要对我动刀，否则死。那柄剑，莫非是蚩尤？敢问阁下，可是暗夜的飞烟？正是，有何指教？多谢暗夜替大秦覆灭匈奴，此恩情蒙恬不敢忘。不过是首领之命，无需你感激。起开！他就是暗杀榜上排名第2的飞燕，他手上那柄剑，莫非就是把陛下的天问剑挤到第3的蚩尤剑？本以为是个悍妇，没想到如此绝美。他怎会来这儿？怕是奉了剑神之命。这身段真是个尤物，
若能得到他呀，做鬼也风流。你找死啊！休得胡言！将军放心，他已经走远了，我就是过过嘴瘾罢了。再敢放肆，军法处置。是。无需惊慌，此人对飞燕大人不敬，自取灭亡。继续出发。诺。大祭司，刚才那人当真是暗夜副首领飞燕？千真万确，除了暗夜，谁还能悄无声息地闯过杀蛇阵？况且他收复蚩尤剑时，名剑榜上已经公布了他的身份。惊觉，日后你便成为楼兰女王。但正如飞燕所说，大秦吞并诸国势在必行，而我们与暗夜早有约定，需要为大秦进行后备补给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只能臣服大秦。如今大秦精锐已尽，你可愿同我前往咸阳，觐见始皇陛下，表达忠诚之心？好，一切听从大祭司安排。青铜古船，有了它，茫茫沧海便不再是天堑阻隔。那些盘踞在海外的蛮夷之国，又岂能阻挡得住我大秦踏平四海、席卷天下的步伐？第2名银河水师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息怒，银河水师擅长海战，登陆后未必顶尖。是啊，陛下，蒙家军乃大秦精锐，实力毋庸置疑。李斯，你觉得军队榜榜首会是什么？大秦可已无其他精锐了。难道榜首还是剑神？难道是那支军队？第1名，幽冥铁骑。陛下，这莫非是当年那支铁骑？正是，原来他叫幽冥铁骑，果真名不虚传，剑神当真可怕。张邯，末将在。传寡人口谕，凡愿加入大秦军队者，皆享榜单奖励，同为大秦子民，永久庇护。诺。陛下，此举定能削弱百家，招揽人才。人皆趋利，百家给不了的，寡人能给。名剑榜上榜者，待遇从优，凡有大才者，务必重用。末将领命。又有新榜单，倒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陛下，您觉得会是什么榜单？拭目以待便是。若能召唤出墨珠里的九龙拉船，这逼格可就拉满了。修为榜，看来这天下又得热闹了。公子，恭喜呀！老爷子，是什么好事让你特意前来道贺？公子若肯勤加修炼，再用帝国资源助力，必能上榜。老爷子，这榜单我根本提不起兴趣，上榜哪有喝酒痛快？哎，公子不可呀！其他世子定会趁机增加修为，争名次拿奖励。你身为长公子却不能上榜，岂不遭人耻笑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公子总算肯上进了。老爷子，你还喝不喝？不喝，我可要换地方了。哎，别一个人喝了，到我府邸去，趁榜单更新，今夜不醉不归。好。
哎呀，你看这修为榜，录大秦剑客武者按修为排名，大选过后公布榜单，期间可进修修为，参与打榜。原来是提前预告，不是直接公布呀？那1个月能够提升多少？除非用其他榜单奖励突破。剑神的九阳墨珠能淬炼肉身和精气，找到他求助，说不定能上榜。那还等啥？找剑神去啊！走。走，哎，走。对，我们也去找。走。武道6境，后天、先天、地煞、天罡，万象神虚，这天下到底有多少高手？总算能一窥究竟了。葛先生，寡人记得你的师傅鬼谷子已至万象境巅峰，不知是否突破最后一步？回陛下，师傅已得2枚破虚丹，现在是否突破尚未可知，不知陛下为何会突然问起？修为榜奖励丰厚，丹药武技道具应有尽有。寡人想见见鬼谷子前辈，若他愿为帝国效力，寡人愿用全部资源，助他突破神虚境。陛下，师傅生性淡然，隐居云梦山耕作。若真如陛下所言，在下愿请师傅出山。好，若能招揽鬼谷子这般隐士，你便是大秦的功臣，寡人定不会亏待你，必予丰厚修炼资源，助你提升实力。多谢陛下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出发吧。诺。修为榜榜首，剑神还能霸占吗？这次可是要与那些积年老怪物抗衡，寡人倒是期待得很呢。多谢公子恩赐。此剑本就是为你准备的，之前你未能驾驭，才将它封印于楼兰。公子之恩，飞燕毕生难忘。你跟楼兰大祭司提了臣服大秦之事没有？他如何回应？大祭司愿臣服，还欲亲赴咸阳签订契约。有人来了，你先退下。是。公子，陛下口谕，令您即刻入宫。章邯将军，这是？陛下吩咐，请公子乘龙辇入宫，由末将亲自驾车。想必这是父皇犒赏我破解真龙棋局之功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公子请。驾！我没看错吧？那是秦岚公子的乘龙辇，章邯将军驾车，难道太子之位内定了？别忘了，秦岚公子昨日破解真龙棋局，震慑余孽，赫赫有功啊！可是金榜县事，他终日闲散，若不上修为榜，怎能争出？哎，可惜呀。该死！他秦岚不过赢了一场棋局，父皇竟让他乘龙辇。公子息怒。张良先生，让先生见笑了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或许比公子更加愤怒。公子，在下有一计，可让陛下对您刮目相看。当真？公子，帝国已吞并6国，但6国余孽仍在四处流窜。项氏一族虽被暗夜所灭，但其他王室贵族仍在虎视眈眈。公子若率兵剿灭，那必能得到陛下看重。陛下可是最喜欢征战之人呐。先生所言极是。另有一事，公子母族不为陛下所喜，还请少与其往来，以免拖累自身。多谢先生赐教。
我这就入宫，向父皇请命出兵。公子一路保重。公子啊，你可要争口气。这7位都是天罡境强者，自愿将功力赠予你。你只要尽数吸收，定能成为顶尖强者。但大雪纷飞，修为榜公布，你不仅能上榜，甚至有可能登上榜首。张翰将军，父皇召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蒙恬将军在北境俘虏了一支西域骑兵，现已押解入宫。陛下随即令末将请公子前来。知晓了，多谢将军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兰儿，你来帮父皇翻译。是。陛下本就精通西域语言，为何特意让秦岚公子来？莫非……父皇，儿臣已将事情办妥，可否先行退下？兰儿，修为榜即将现世，你天资聪颖，若能暂放饮酒作乐之事，潜心修炼，定能上榜。来人，抬上来！父皇将这半坛万年灵乳赐予你，切莫辜负期望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先行告退。陛下，没想到秦岚公子竟天生神力，他隐藏得好深呐。本以为公子修为平平，没想到力量如此恐怖，再配上万年灵乳，实力必然飙升啊！天生神力，兰儿莫非在隐藏什么？扶苏公子，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那为何秦岚能被召见？末将不知，公子若有疑问，可等陛下出来再问。那父皇什么时候出来？末将不知，建议公子先行回家等候。哼！公子，以你的心性，焉能和秦岚公子相比？生在帝王家，有些东西得学会隐藏。现如今，就连18公子胡亥都做得比你好。二位要来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不然我就不进宫了。快请进。多有叨扰，还请公子见谅。荀子前辈一大早便来我府，非拉着我来找你。那正好啊，咱们边吃边喝，酒足饭饱后切磋棋艺。好，一切谨遵公子吩咐。请。请。哎呀，公子也好收藏古画，老夫有一幅《越王卧薪尝胆图》，公子若是喜欢，改日送你。莫非是那幅闻名天下的珍品？只有这幅画才能与公子房中这几幅画比肩了。请问公子，这几幅画究竟是何人所作呀？收藏画，我可没兴趣，这些画都是我亲自画的。这竟是公子亲笔！公子莫要开玩笑，老夫的心脏受不了啊！
你们要是不信，我现场给你们画一幅。哎呀，不必！想不到公子不但精通乐艺奇道，画道也是如此的深厚。公子，酒来了。倒进去吧。公子，这是何物？也没什么，父皇赏赐了半坛万年灵乳，直接喝实在太无聊了，兑点佳酿就成了灵酒。这灵酒喝起来肯定痛快，待会儿咱们好好尝尝。什么？公子这般糟蹋万年灵乳，陛下知道了，怕是要杀来揍他一顿。请问公子，咱们何时开饭呢？稍等片刻，二位若是觉得无聊，可先琢磨旁边的残局。哎呀，这残局好生霸道，竟是真龙棋局的升级版呐！难怪公子能够轻松破解真龙棋局，这局面对他而言简直是易如反掌啊！这得好好琢磨，得到神来一手，方能破解。公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真乃神人呐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但吃喝玩乐也不能落下。这酒的滋味绝了，老夫从没喝过如此佳酿啊！哎，荀子前辈，这可是灵酒，放眼天下就公子这儿独一份儿。再来喝一杯。来，可恶，还是来迟了。娟娟，这儿有个西域人。喂，醒醒！来人，将此人及箱子送往咸阳。是。陛下审我，退下吧。诺。陛下审我。葛先生，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？属下只是居士回答，绝无半点吹捧。好，待修为榜公布，寡人倒要瞧瞧这天下强者，谁能与朕的天问剑一争高下。陛下，王离将军已至咸阳，还带来了一位罗马帝国的大使。你说什么？来了几人？回陛下，仅1人。什么？区1人，横渡万里？宣他们入殿。诺。来人！陛下，传朝廷重臣齐聚黑龙殿，再召各位世子前来。罗马使者到访，需好生招待，彰显大秦待客之道。诺。大祭司，暗夜实力这般强悍，身为首领的剑神，实力得恐怖到何种程度啊？我也不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万象境强者在他面前不过土鸡瓦狗，一击便可击杀。剑神实力有多恐怖，或许只有等修为榜公布才能知晓。蒙恬将军，剑神在家族榜上显示是嬴氏族人，大秦又由嬴氏掌控，怎会不知他的实力？
惊觉女王，此事没那么简单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哦，蒙将军，我们还有多久到达帝都？还有半个时辰便可抵达。那就有劳蒙将军了。将军不好了，王离将军比我们先回咸阳，听说还带了个域外老头。什么？莫非王离也寻到了境外帝国？不行，这功劳可不能让他独享。大祭司，惊觉女王，我看我们还是加快行程，尽快赶到咸阳面见陛下。如此甚好。走。布鲁图见过始皇陛下，陈王离见过陛下。免礼。王离将军，入座吧。是。布鲁图长老，你如何而来？受谁的旨意？启禀陛下，我受剑神旨意前来。什么？剑神？布鲁图长老，此话当真？剑神派你来大秦，所为何事啊？没错，据我所知，剑神在咸阳，怎么会在罗马？大秦距罗马相隔万里，你又怎么独自前来？诸位，我所言非虚，确是剑神授意。我能抵达此处，全靠银河水师护送。布鲁图长老，你既说是剑神的旨意，可否详细说明？乐意之至。10年前，罗马帝国内崛起暗夜暗杀组织，贵族人心惶惶。一名暗夜统领找到我，告知我犬子并非意外死亡，而是被罗马皇室暗杀。为掩盖真相，仅因幸存者逃脱后求助暗夜，暗夜未公开此事，而是提议我臣服大秦。关键时刻让我充当内应，大秦则帮我推翻罗马，让我可以亲手手刃仇人。我应允后，便随银河水师而来。暗夜的力量竟恐怖如斯，10年之前便已渗透罗马帝国。陛下，诸位大臣，这是我献给大秦的礼物。布鲁图长老，这封条是？陛下，未封之箱是我献给大秦的，贴封条的是银河水师首领，托我转交给陛下。这倒有意思了。如此说来，贴封条的是剑神赠予寡人的。陛下，这是我臣服大秦的见面礼，望陛下笑纳。陛下，这些皆是罗马特产，黄金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，而这些羊皮卷是我在罗马的房契、地契、矿契，占地万亩，含5座金银矿。我愿尽数献给大秦，为帝国效力。好，寡人看到了你归服的心。传朕口谕，即刻起封布鲁图为大秦盟友、西域使者。日后攻破罗马帝国，定为你手刃仇人。多谢陛下。起来吧。暗夜负责罗马帝国的小队做得不错，回头可以好好嘉奖一番。陛下，还有剑神献给陛下的礼物，臣看来其礼物的价值绝对很贵重。剑神乃大秦守护神，剑神所送礼物岂能是泛泛之辈？今日
寡人当着众位臣子、诸位世子的面，将这箱子打开。布鲁图长老，此为何物？启禀陛下，此物名为木须。此物有何作用？此物是罗马帝国的杂草，除了可以当做战马的饲料，并未有任何作用。是否有人知晓此物以及作用？父皇，儿臣认为是咱们多虑了。布鲁图长老是罗马帝国的土著居民，想必对于苜蓿肯定是十分了解。如果连他都不知道此物的额外作用，那儿臣认为，剑神不过是在故弄玄虚罢了。胡亥老弟，无知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把无知当成骄傲的资本。兄长，那按你的意思，你可知此物的作用？当然知道了。什么？长公子，切勿逞能，还请顾及场合。是啊，公子，大秦与罗马相距数万里，您怎会知晓此物？父皇，大哥一定是喝酒喝多了，胡言乱语，还请切勿责罚。兰儿，你既说知晓木须的作用，便说与父皇听听。是，父皇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问布鲁图长老几个问题。准了。布鲁图长老，这些被当作饲料的苜蓿，是否需要定时清理？确实，苜蓿生长过往，必须定期清理。清理完后，又种何种植物？会种大麦。那收割苜蓿后，大麦的收成是否变得格外的好？你怎会知道？难道收成好，竟是苜蓿的缘故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当然是他告诉我的。父皇，儿臣看过一本关于苜蓿记载的古书，它成熟后可作为马的饲料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马不仅能食用，而且人也可以食用。人也能吃？兰儿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而且苜蓿还有药用价值，肝脏出血时能止血。更重要的是，种植苜蓿能让土地肥沃，使下一季的作物增产，并且它耐贫瘠，繁殖迅猛，一年可收割甘草13次。布鲁图长老，我说的对吗？公子博学多才，真乃圣人。此物确能生于贫瘠之地，不加打理便会蔓延。若非公子点拨，在下竟不知道它有这般妙用。万万没想到，这苜蓿竟有如此多的功效，适应性强，生长迅速，既能做粮，又能做饲料。这剑神送给寡人的礼物，实在是贵重啊！陛下万年，大秦万年。诸爱卿，都坐吧。兰儿，你既能说清苜蓿的作用，该赏。多谢父皇。兰儿，你说的是哪本古籍？寡人颇为好奇。父皇，卖书的人说那是一本神农氏的孤本，其中记载了许多药用植被。那这孤本现在在哪儿？上次扇你时，用来擦手了。你胡亥，坐下。是，父皇。兰儿，你既熟读孤本，
想必识得不少药性植被，替父皇看看，还有哪些植被，帮父皇鉴别一下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这是罗马的特有特产葡萄籽，其果实酸甜可口，仅贵族可享用。据孤本记载，葡萄需要昼夜温差大的环境，西北正适合种植。它还可以用来酿酒。这倒有意思，寡人对葡萄酒很感兴趣。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。多谢父皇。若用万年灵乳勾兑葡萄酒，味道定然绝妙，日后定要试试。父皇，这些分别是无花果、橄榄和菠萝的幼苗。陛下，您有位好公子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布鲁图长老，这是何物？启禀陛下，这是罗马特产马铃薯。马铃薯？父皇，马铃薯是高产作物，每亩可产3000至4000斤，土壤肥沃时可突破5000斤。啊，多少？5000斤啊！啊，竟然如此之多！兰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长公子，您说的没错吧？这东西竟有这么高的产量，这简直是神物啊！陛下，如若公子所言，那剑神这份礼物实在太重了。父皇，若马铃薯推广以后，大秦子民不再受饿，假以时日，帝国人口必定翻倍。扶苏公子所言极是，人口倍增，方能解决大秦迅猛发展的人口难题。布鲁图长老，兰儿所言是否属实？的确如此。天佑大秦，天佑寡人。兰儿，此物你可知晓如何种植？父皇，很简单，将马铃薯切块，用水浸泡后置于阴凉处，待其长出芽眼，埋入土中便可。好，布鲁图长老，一路奔波辛苦了，先下去歇歇吧。是陛下。陛下，蒙恬在殿外求见。蒙恬回来了，选。诺。臣蒙恬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年，大秦万年。起身吧。多谢陛下。听闻你有急事禀报，究竟是何事？启禀陛下，楼兰大祭司率领精绝女王前来咸阳，特来臣服大秦，并愿以精绝女王与大秦结成婚约，巩固盟约。什么？楼兰古国竟然归顺我大秦了？这楼兰古国位于通往天竺、孔雀王朝的必经之地，楼兰臣服对于大秦征伐两国，可谓是大大有利啊！楼兰古国莫非是蒙恬将军率领蒙家军征服的？那这蒙恬将军可是立了不世之功啊！不知陛下如何赏赐他？哦，以结亲的方式臣服我大秦帝国，这倒是有意思。蒙恬将军，将楼兰古国的贵客请进来吧。是。兰儿，儿臣在。兰儿，
你是长公子，年龄最大，如今也到加冕的时候，这也到该结婚的年龄。如今楼兰的精绝女王有这个提议，不如你与精绝女王促成这个婚事。多谢父皇赐婚。好，此事就这么决定。稍后寡人会提及此事。是。兄长真是倒霉啊，连见都没见过对方的模样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要是对方跟匈奴似的虎背熊腰，岂不是自作自受？哎，小声点儿，这可是父皇的金玉良言，无论对方何种模样，兄长总得答应下来。哎，我突然觉得不当长公子也挺好的。虎背熊腰，西域盛产美女，那精绝女王想必容貌不俗，待会儿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啊，这，哇！楼兰古国大祭司，参见始皇陛下。楼兰古国离精绝，参见始皇陛下。来人，赐座。谢陛下。寡人倒是很好奇，楼兰古国为何会突然决意臣服我大秦帝国？陛下，楼兰曾受剑神恩泽，如今遵剑神指示，特意献上剑神玉玺，正式归顺大秦。又是剑神，他促成了布鲁图的盟约，如今又让楼兰主动臣服，这剑神究竟还有多少未显露的手段？剑神乃是我大秦的守护神，大祭司遵其旨意来此归降，寡人甚感欣慰。日后大秦定会精进与楼兰贸易的往来，倾全力支援楼兰。陛下，楼兰为表诚心，特意献上剑神玉玺，恭请陛下收纳。呈上来。这玉玺的形制竟与剑神的佩剑如此契合，或许大秦的传国玉玺也该换个模样了。大祭司的心意，寡人心领了。谢陛下。方才蒙恬将军所奏，楼兰愿与大秦缔结婚约，可有此事？启禀陛下，确有此意。陛下，此女便是未来的精绝女王，如陛下应允，恳请赐婚，让两国永结秦晋之好，世代和睦。兰儿，你意下如何？全听父皇安排。好，既如此，寡人便赐长公子与楼兰女王离精绝婚配，待黄道吉日，便为二人成婚。多谢父皇。多谢陛下成全。诸位爱卿，大祭司，寡人备下酒宴，今日与诸位畅饮一番。来，父皇，儿臣有一个喝酒的好法子。哦，蒙恬，没想到吧？我快一步，我才是大秦第一个寻到外邦带入使者的人。不过是占了陆城的便宜，下次可没这么好运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蒙恬将军，
何必和王离置气呢？今天这酒可是万年凌辱勾兑的灵酒，若非长公子，咱们哪能喝得到？你我好久没见，来喝酒，今日畅聊一番。相国请。陛下，您太过奢侈了，这般珍贵的万年灵乳竟然用来兑酒。陛下，多谢款待。喝了这灵酒，我许久未动的瓶颈竟有些松动。二位，好喝便多喝一杯。陛下，我乘剑神的银河水师前来，水师统领让我告诉你，若大秦要派兵去往罗马，银河水师可大载骑兵。布鲁图长老可曾说过可搭载多少铁骑？统领扬言，100万之内不在话下，来多少送多少，保安全抵达。陛下，暗夜副首领飞燕曾指示我，让楼兰为大秦铁骑提供充足补给。楼兰愿做大秦帝国西征的最强后盾。剑神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一切皆在你的布局之中，寡人只需挥剑便可。大祭司，大秦愿与楼兰长久共存，共谋发展。多谢陛下。请。布鲁图长老，罗马帝国兵力多少？陛下，罗马有30万兵力，擅长重剑、盾牌、梭镖、穿戴梭子甲，多为重装工兵，另有战斗工兵、骑兵。寡人知道了。张邯，陛下，宴会结束后，宣王离、韩信2位将军到寡人书房。诺，陛下。公子，剑神是嬴氏族人，您见过他吗？父皇都未曾见过，我又怎么能见呢？哦，公子有所不知，我父皇被匈奴单于头曼所杀，剑神怕暗夜覆灭匈奴，斩杀头曼，他是我的恩人。况且楼兰也因剑神得以幸存壮大，这份恩情，我想当面致谢。好。若日后有机会见到剑神，我定替你转告。你我即将成婚，也算是半个嬴氏族人，说不定早晚有一天，你能见到他。惊觉，今儿你是跟公子回去，还是跟我回大使馆？大祭司，您说什么呢？自然是跟您回去。公子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们先去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恭喜您喜得美眷，这般貌美的女王，真是羡煞我等。是啊，是啊。相国说笑了。是啊，公子，陛下素来偏爱你，历代先王的世子皆娶各国公主，你却能娶得女王，实属殊荣啊！啊！公子魄力非凡，竟将万年灵乳兑成酒分享我们。若非你，我等穷尽一生也喝不到这美酒啊！是啊，公子。这份恩情我们记在心上，日后您有任何吩咐，我等誓死相随。对，以后我们对公子誓死相随。哎呀，多谢啊！是吧？没有公子，我们只能品到如此美酒。多亏了公子，真是多亏了公子啊！末将参见陛下。这次召你们前来，是有一件事和你们商量。请陛下吩咐。根据布鲁图所说，
剑神派银河水师前往东郡，可乘载大秦铁骑前往罗马帝国。寡人的意思是，命你们2人乘剑神的银河水师前往罗马帝国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其击溃，收复罗马帝国。诺，谨遵陛下之命。起来吧。多谢陛下给予末将机会，末将定不负陛下期望。末将也是。等你们占据罗马帝国后，大秦帝国和你们共同会师，对冰霜帝国、孔雀王朝这2个帝国发起进攻，左右夹击，再派出一支精锐，从楼兰古国包抄绕路，堵死他们逃跑的出路。正因为如此，此次出征，你们肩负的任务事关重大。请陛下放心，末将定会将大秦黑龙旗插遍罗马帝国每个角落。陛下，若无法征服罗马帝国，末将愿提头来见。寡人西征的第一步就交给2位将军了，请陛下放心。好，寡人等待你们凯旋。陛下，您刚说由剑神的银河水师带末将前去，那末将可以带多少人马？此次出征，寡人打算让王离率领25万百战穿甲军，你率领10万雪地军，7日后抵达东郡，榜单刷新后登船离郡。什么？陛下，这银河水师能运载那么多人吗？是啊，陛下，除了铁骑之外，还有粮草、武器装备以及各种药材，这可是庞大的数目。这点无需质疑，银河水师统领发出豪言，100万之内不在话下。你们回去后简单收拾，3日后可出发前往东郡。寡人会亲自命秦岚跟随你们前往东郡，由他代表寡人目送你们离开。是，陛下。赵大人，奴婢觉得事关重大，这才赶忙告知您的。好，今日啊，多劳你了。你需要的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就在门外，去拿吧。多谢赵大人。放你回去。若此事败露，岂不是惹火上身？衍日啊，首领，将新训练的死士全部埋伏在秦岚从东郡回咸阳的路上，截击秦岚。切记，万万不可暴露出罗网的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首领，7日之后，衍日将刺杀秦岚。秦岚死后，陛下必然震怒。而你的任务就是带着这枚令牌前往断魂谷，唤醒黑白玄锏，并且将陛下派遣的30万铁骑从东郡开往罗马帝国的消息透露给其他的反秦势力。是。等到天下大乱，陛下根本顾不得追究秦岚之死。我再命黑白玄锏击杀起义军首领，届时我将会成为最大的功臣，也能借此机会重新获得陛下的宠幸。天哪，父皇又要折腾我，非要我去东郡。哼，公子，您不喜欢去东郡，等登船离开，您就可以去醉梦香楼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不了解父皇，以他的性子，必定会派人监督我，不会让我放纵。公子，你想多了吧？陛下不会这么做。不信啊？
咱们拭目以待。公子，说，据情报，墨家反秦分子得知大秦要攻打罗马，想趁机煽动6国余孽起义。哦，这墨家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此事？公子，需要启动暗夜解决他们吗？不用暗夜，也该让幽冥铁骑现身了。这墨家要起义，也是该让世人为之震撼。是。兰儿，路上多加小心。请父皇放心。请陛下放心，有微臣在，谁若敢伤公子，必从微臣身上踏过去。末将议事。有你们同行，寡人就放心了。布鲁图长老，大秦铁骑到了罗马，就靠你引路了。陛下放心。父皇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好。陛下，我等也该返回楼兰了，多谢陛下节日款待。寡人已安排妥当。有蒙恬将军护送你们回去。陛下，这是……这箱子里是剑神赐予寡人的罗马葡萄种，兰儿因其特性，建议寡人赠予你们种植。待葡萄成熟时，寡人用大秦帝国的精良设备与物产与你们交换。箱子内有种植的方法，以及酿造葡萄酒的法子，都是兰儿写的。这也算是寡人给你们的部分聘礼了。多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回去吧，大祭司，记得与寡人的约定。请陛下放心，绝不会忘记。请。陛下，为何要将葡萄赐予他们？若是咱们分发下去，将其种植，岂不更好？那相国可懂什么叫昼夜温差，什么叫因地制宜吗？这个……放心吧，对于这个决定究竟是对是错，明年你就知道了。陛下圣明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你心中肯定有事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若是我能帮你解决，定帮你。大祭司，刚才你和陛下所说的约定是指什么？这令我很好奇。你刚才就在琢磨这个事。大祭司，你笑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约定的内容？当然了。告诉你也无妨，约定的内容正是关于你和秦岚公子的。什么？我和秦岚公子的？正是。约定的内容正是你和秦岚公子的婚期，待大秦占领罗马之日，既是你们2人的成婚之时。多谢大祭司成全。大祭司啊，我时常看着你对着苍穹上的榜单发呆，该不会是对剑神有好感吧？那不叫好感，那叫爱慕。身为女性，要嫁就要嫁剑神。听说了吗？是吧？军队把王守的幽冥铁骑出动了，把墨家全灭了。真想不到，这大秦铁骑都抓不住的墨家余孽，竟被幽冥铁骑连根拔起。这实力
简直太恐怖了。剑神真是大秦守护神啊，各个榜单都被他拿下了。哎，现在修为榜还能不能稳居第一啊？剑神，倒有些期待啊。你是否迈过了那一步？若已突破，老夫想与你一战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领悟武道真谛，跨出最后那一步。师父，您突破破虚境，必须要靠战斗吗？如今世上唯有与神虚境的强者交手，老夫才有机会领悟奥义，迈出那关键的一步。师父，您差的只是领悟，若是能服用悟道茶，能否帮您？你说的悟道茶，是剑神获得的神级灵物。正是。你有？哎，师父，我是没有啊，可始皇陛下有啊。他有？对，正是剑神赠予的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师父，您去哪儿啊？咸阳宫。家族榜第18名，一仙端木蓉。暗夜和幽冥铁骑铲除了项氏墨家，我的家族榜又凭空上升了2名，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奖赏。剑神，这份大恩，我该如何报答？蓉姐姐，除了以身相许，妹妹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你说，剑神是不是为了帮你才出手的？雪姬妹妹，休要胡说。剑神是世人敬仰的英雄，怎会为我这般行事啊？哟，这就开始为剑神辩护上啦？别调侃我了，咱们该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蓉姐姐，咱们留在咸阳吧。结交秦岚是小事，找到剑神才是头等大事。好。银河水师来了。为何只来了这一艘战船？咱们有35万人，剑神莫非是在开玩笑？或许是派战船来查看咱们人数，再派其他战船来接应。诸位，谁是长公子秦岚？在下便是，有何指教？公子可否上船一去？好。公子，我陪你去。听不懂本将说话，我只要秦岚前来。尔等岂敢违背剑神旨意？韩信不敢。秦岚公子能被剑神单独召见，这般待遇，天下未有。你们说，剑神是不是偷偷给公子赐什么宝物，助他突飞猛进？有可能。毕竟剑神与公子同属隐士，单独召见，足见看重。如此一来，公子或许就能压过其他世子，夺得太子之位。末将见过首领。银河水师第5支战船船长沙鱼，见过剑神首领。你们都起来吧。静待榜单更新，领取各自奖励，好提升修为。是。我听飞燕说，你们好像遇到麻烦了。回剑神，确有此事。那边海域经常有烟雾笼罩，战船找不到方向，还有水怪袭击，咱们已经损失好几艘战船。我来，便是要解决此事。首领是要去开发那片禁区，还是亲自前往？我不会去，但我给你们带了礼物，有了它，你们便能征服那片海域。啊！
那是剑神的青铜古船，难道剑神就在船上？不知公子能否见到剑神真容？剑神定是营氏哪位族老？公子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那公子，您看到剑神了吗？未曾见到。那剑神换公子当船，所为何事啊？这是剑神更新榜单所得的神侯酒，他知我好酒，便让银河水师将领转交于我。什么？剑神把神级灵酒给了您？剑神定是营氏长辈，见公子行事出众，所以才将此酒赐予他。公子万不可辜负他的期待。今天咱们就先用灵酒来践行，待你们西征罗马凯旋时，再用神侯酒相应，绝不食言。是。多谢公子赐酒。公子的恩情，末将铭记于心。要谢，就多上战场杀敌，为我大秦开疆拓土。请公子放心。去吧，组织军队登船。是。布鲁图长老，祝您一路顺风。多谢公子祝福。公子，我们也该返回咸阳了。走。首领，秦岚正返回咸阳，很快就到此处。好，等他进入此处，立即诛杀。是。神，听说你在找我？这怎么可能？只凭你杀死这些死士，你到底是谁？死人是没有必要知道我的身份。我身为罗网第一杀手，万象境后期修为，秦岚的一击随便就能将我重伤。剑神那营氏族人，莫非？你是剑神？你猜对了。公子，此人何须你亲自出手？让严姬随手解决了便是。许久没动了，活动活动筋骨。赵高啊赵高，你居然执迷不悟，贼心不死，派出罗网来暗杀我。公子，我已将断魂谷、黑白玄甲二人击杀，也是时候该让我们中车府令下线了。是，公子。墨家反秦势力被灭，翌日暗杀小队精锐也被团灭，究竟是谁在背后和我作对？难不成是秦岚背后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藏事情？章邯将军，你怎么有空来老奴的府邸啊？难道是陛下又想起来了，要召唤老奴吗？赵高意图行刺长公子，有一位给我拿下！什么？张将军，只怕这件事其中有什么误会吧？老奴怎么会加害长公子啊？哼，还想狡辩？秦岚公子回来时，将你罗网的杀手尸体全部拖了回来，那些人的身份
还能有假不成？什么？难道翌日他们是被秦岚解决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秦岚这个纨绔会有这样的本事。赵高啊，赵高，枉你担任中车府令这么多年，却根本没有发现蓝公子的才华。秦岚公子的能力，又岂是你能揣度的？影迷卫，给我拿下赵高！我劝你不要负隅顽抗，你若乖乖承担一切，或许还不会牵连胡亥公子。你若动手，陛下定以为这一切都是胡亥公子所做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这一切都是老奴我自己做的，与胡亥公子毫无关系。公子，这是老奴唯一能做的事情了。带走！老师，没想到你为了我竟落得如此田地。好你个秦岚，你给我等着！待我上这修为榜获得奖励，我定要拿你为我师父偿命！启禀陛下，臣已将赵高处以极刑。没想到寡人身边居然藏有这么一条毒蛇，实在令人胆寒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胡亥有什么反应？胡亥公子闭门不出，并无异常。希望他能明白这里面的轻重，不要自误。另外，鬼谷子前辈已至殿外，请求觐见。什么？快请。诺。见过陛下。免礼，前辈，终于与您见面了。实不相瞒，老夫听闻陛下手中有剑神赐予的悟道茶，不知可否让老夫尝尝？前辈若是需要，寡人岂会吝惜。来人，上茶。这就是悟道茶。前辈，寡人难道还会骗你不成？是与不是，您喝下去不就知道了吗？师父，难道您突破至神虚境了？只离神虚境一线。多谢陛下赐茶，助老夫突破，老夫愿为大秦效力。好，有前辈相助，大秦如虎添翼。实力最强的纵横家已臣服，相信诸子百家臣服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了。这一切多亏了剑神。师父，您不与剑神战斗了？悟道茶一切燃眉之急，剑神若愿相见，老夫只愿切磋，而非死斗。那就好。寡人倒是期待看到前辈与剑神切磋之日的到来。我也很期待，不过比起与剑神的比试，老夫倒希望陛下能允许葛聂与他师弟魏庄的比试。师父，师弟来咸阳了。不错，他听闻我寻找剑神，早已传信给我，
希望在我的见证之下与你决斗，决定谁才是纵横家真正的继承者。我同意了。师弟他们师兄弟二人决斗之事，寡人早已知晓。葛先生，你现在觉得你与师弟之间的决斗胜算几何？回陛下，属下的回答依旧不变。与师弟对决，胜负4-6，他4，我6。好，不愧是寡人的剑师。明日校场设台，寡人必亲自为葛先生助威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今日剑圣与魏庄比试，来了很多诸子百家之人，您看是否有鬼谷子前辈坐镇，哪个小小敢放肆？今日寡人就是要借剑圣与魏庄一战，让诸子百家看清楚，投靠我大秦能获得什么，让他们下定决心，到底该怎么选。微臣明白。兰儿，剑圣说他与魏庄决斗，胜负4-6，他6，魏庄4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葛先生认为是6-4，那儿臣相信葛先生的判断。但是加上儿臣赠取，这胜负定会变成一边倒，魏庄将毫无胜算。哦，一支曲子而已，你竟然如此自信？父皇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好，师兄，我连上3榜，实力今非昔比。今日也该我们之间分出胜负，来决定到底谁才能继承纵横家。师弟，何必如此执着，非要分出个胜负？哼，那是因为你是众人皆知的剑圣，是天子剑师，而我只是一个区区的刺客首领。我魏庄之名，天下间又有何人可知？而你享尽了盛誉，所以才会风轻云淡。哼！但是今天，只要我打败了你，你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师弟，今日我们便公平一战，求之不得。奏曲。慢着。葛先生，就由本公子亲自为你奏曲，如何？属下怎敢劳烦公子？葛先生不必多礼，此曲由本公子亲自所谱，唯有我才能完美演奏。更何况能为剑圣奏曲，我秦岚乐意之至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我这首曲子乃是琴箫合奏，现差一吹箫之人，台下可有擅长吹箫之人？我雪姬可以一试。请。太好了，雪姬妹妹，终于可以圆梦，与秦岚公子琴箫合奏了。公子，明明旁边还有箫师，你为何将其赶走，另寻其他？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台下有更好的箫师，只有他才能完美的跟我配合，将这首曲子演奏出来。敢问公子，此曲何名？笑傲江湖。
为公子的十面埋伏将会是月道绝唱，没想到这曲《笑傲江湖》亦是一首传世佳作，可与前者并肩生辉。公子，我会努力配合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就让我会会你的太极剑法！这是魏庄获得的聚杀剑法。聚杀剑法虽品级不如太极剑法，但魏庄将此剑法炼至大成，太极剑法恐不占优势啊。寡人倒是觉得剑圣一直留有余地，魏庄才能撑到现在。葛先生为什么会如此？难道是念及同门情谊？不，他一直在借助兰儿的曲子悟道。寡人所料不错的话，剑圣是有突破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输了。师弟，我背靠大秦，拥有的资源是你无法企及的。只要你肯投降大秦，未来的成就未必在我之下。你是说我还有机会？当然了，我一直在等着你超越我呀。好，纵横家弟子流沙组织首领魏庄，愿归顺大秦。好，魏庄原中车府令，罗网首领赵高以谋逆伏诛，罗网群龙无首。你既愿意加入大秦，从今日起，你的流沙与罗网合并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新的罗网首领。谢陛下。多谢公子助我突破，此恩此情，葛聂没齿难忘。我只是帮助先生弹奏助威而已，你的突破靠的都是你自己。多谢雪姬姑娘配合我。是雪姬多谢公子才对，与公子合奏，雪姬此生无憾了。公子，我与蓉姐姐一直想寻找剑神，却苦于没有门路。听闻公子在东郡曾获得剑神召见，想请公子帮忙引荐。公子，我愿用毕生医术尽绵薄之力，只求借此机缘，当面感谢剑神的恩情，得见剑神一面。我愿重开飞雪阁，凭借昔日人脉，在咸阳收集各方情报。
为大秦尽一份力，只求公子成全。我可以答应为你们引荐，但有个前提，你们必须加入大秦。一家端慕容代表一家归顺大秦，为陛下效力。岳家雪姬代表岳家归顺大秦，为陛下效力。好，二位愿意归降，朕心甚慰。端慕容赐太医令，掌天下医道，即刻扩建医馆，造福天下子民。雪姬赐大司乐，执掌天下典乐制定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微臣愿献天道奖励的长寿丹方，祝陛下福寿绵长，大秦万年。好。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并非寡人一人之天下。这长寿丹方，寡人绝不独享。陛下，您的意思是？端慕容，你即刻搜寻丹方灵药，炼制长寿丹，凡我大秦子民皆可服用，人人皆享长寿。诺，微臣遵旨。今日百家汇聚，寡人在此承诺，凡愿归顺大秦，亲力效命者，皆为大秦子民，均可获赠长寿丹。真的吗？我们也可以长寿丹，也太好了吧！这加入就能获得长寿丹，这诱惑也太大了。如今榜单上尽是大秦势力，咱们百家上榜也排后，奖励远不及大秦，没有理由不归顺。剑神是嬴氏族人，大秦有他当靠山，咱们拿什么和他斗？是啊，我农家子弟愿加入大秦，我法家子弟愿归降，愿归降。鬼谷子都归了大秦，阴阳家不及纵横家，如何与大秦抗衡啊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天道循环，顺应大秦。便是顺应天道。墨家经上次重创，是该重新考量出路了。阴阳家首领东皇太一代表阴阳家归顺大秦。道家掌门玄辉代表道家归顺大秦。墨家巨子代表墨家归顺大秦。恭喜陛下！诸子百家尽皆归顺。百家归顺，尚言甚早，但排名前几的百家势力已然带头，寡人相信其他人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既然阴阳家、道家、墨家今日归顺大秦，寡人绝不吝啬，在朝会商议后，对各位均有封赏。谢陛下。巨子，你墨家之人此前联合赵高，意图反我大秦，难道今日不该在父皇面前解释清楚吗？公子，听我解释。墨家自墨子离世后，分裂为武派和文派。武派主张重启兵革，文派坚守墨子的主张，兼爱非攻。我无力约束武派，此乃我之过也。我向陛下和公子保证，必会缉拿墨家武派人员，还天下太平。父皇，儿臣没有问题了。既然如此，巨子，墨家的赏赐便等你处理好内部之事，再行处置。是。兰儿，你上前来。是，父皇。
父皇，兰儿，此次百家归顺，多亏了你那曲子，能引得医仙和雪姬现身。若非医仙献出长寿丹方，也不能让他们这么快下定决心。难怪父皇要当场封赏雪姬和端慕容，却搁置其他人的封赏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对了，你答应给他们引荐剑神，难道你在东海真见到剑神了？父皇，我没有见过。我说为他们引荐剑神，是为了先稳住他们。不过剑神身为我嬴氏族人，早晚有一天会现身，到时候再引荐他们认识便是。这也不算是欺骗他们。原来如此。兰儿，你此次东郡之行，是否有努力修炼，提升修为？下雪了，说是下雪了。这雪比往年来的稍早了几天呢。瑞雪兆丰年，陛下，明年大秦必定是一个丰收之年呐。大雪纷飞，那岂不意味着修为榜即将现世？啊！不知寡人天罡境巅峰的修为能否跻身修为榜前百？回宫，传众臣入宫，与寡人共证榜单。诺。荀子前辈，您贵为儒家圣人，肩负儒家壮大职责。如今父亲重用法家，长此以往，儒家必衰。您若支持我，我日后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公子高估老朽了，老朽不过好奇一道。公子未能解开真龙棋局，便与儒家无缘。老朽这就告辞。荀子前辈，听闻您经常住在秦岚府邸，为何您如此看好兄长，而不支持我？嗨，老朽并没有帮助任何人，去秦岚公子府中不过是钻研新残局罢了。只是棋道如人生，有进有退，有得有失，这一点公子不及秦岚公子。扶苏领教了。这师叔，等等我！师叔果真不看好扶苏公子？如今大秦有剑神坐镇，金榜现世，正是大争之时。始皇帝要的是百家归顺，共赴大秦，而不是一家独大。扶苏想独尊儒术，此事不是现在所能为。我已决定，代表儒家归顺大秦。师叔您，世人称我为圣人，理应是顺势而为。你不要再辅佐扶苏了，去辅佐大秦，守护天下。启禀公子，农家首领已拒绝合作，还说要归顺大秦。
好一个趋炎附势的农家！待我上榜，再来好好收拾你们。是。鬼谷子前辈，寡人对你的名次很是期待，或许您能仅次于剑神之下。若能居于剑神之下，便是老夫的荣耀。第99名，葛聂，天罡境巅峰。第98名，嬴政，天罡境巅峰。第97名，章邯，天罡境巅峰。都只能排名末尾，我根本连上榜的机会都没有。虽然寡人早有预料，实力当在100名左右，可你还真给寡人排在这儿了。陛下息怒，剑圣无需多虑，寡人何怒之有？这天下百家已归顺，说明在寡人之上有97位强者，他们强便是大秦强，唯有这样，大秦才能征服万邦。陛下所言极是。我已突破万象境，实力远超父皇，或许能进前10。第90名，胡亥，万象境初期。不错，胡亥，这段时间你的确很努力，竟然超越了寡人，寡人很是欣慰。多谢父皇赞许。恭喜18弟了。第30名，鬼谷子，万象境巅峰。第29名，颜姬。还是老夫太过于自大，本以为能居于剑神之后，没想到连前10都未进啊！此前老夫还想与剑神切磋一番，现在想想，真是自取其辱啊！师父，你已是半步神虚境，竟然只排在第30名，难道往上要突破神虚境才行吗？这颜姬是哪位前辈？排名竟然在鬼谷子前辈之上，可为何在百家从未听闻其名？陛下，颜姬并非百家之人。哦，相国认识这位前辈？陛下，她并非什么前辈，而是长公子秦岚的贴身侍女。啊，侍女？兄长的侍女？丞相，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。微臣与魏阳君曾多次到长公子府邸切磋棋艺，他的侍女确实就叫颜姬。或许只是恰好重名了呢。章邯，陛下，速去兰儿府邸，让他及他的侍女颜姬前来。诺。寡人知道这件事出乎寡人的意料，但到底是与不是，等兰儿来了一问便知。我们继续观看榜单吧。第28名，暗夜葵兔，神虚境。第27名，暗夜眼镜蛇。看来在网上将是剑神势力范围，我等最强者也只能止步30名啊！这剑神到底是何等天资？通过修为榜方才知晓，剑神与我等简直就是皮肤与大树之区别。唉，是我辈只能仰望了。幸好上苍眷顾大秦，眷顾寡人。剑神不仅非大秦之敌，还是嬴氏族人，寡人心中万分感激剑神为大秦所做的一切。哎呀，参见父皇。不知父皇这么着急让章邯将军找我，还带上侍女，所谓何事？颜姬见过陛下。兰儿，修为榜第29名乃是颜姬，你告诉寡人，这位颜姬
是不是就是你府中的侍女？回禀父皇，正是她。什么？竟真是你的侍女？公子，你没说笑吧？一名神虚境强者，竟然是公子的侍女。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兰儿，寡人希望你给寡人一个解释。回禀父皇，这是剑神赐给儿臣的。你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剑神不让孩儿告诉其他人，所以孩儿一直保密。兄长居然得剑神如此重视，赠送一名神虚境强者为侍女，我拿什么和兄长争太子之位？该死，秦岚的侍女都这么强，我还妄图和他争。剑神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这一切到底是凭什么？既然是剑神安排的，那寡人就不怪罪于你了。一起静观榜单吧。是。第3名，幽冥铁骑统领无涯，神虚境巅峰。第2名，暗夜副统领斐烟，神虚境巅峰。第1名，剑神修为未知。修为未知？这剑神的实力难道已经超过了5到6境？修为榜无法来描述剑神的修为，只能用未知来表示。或许如此，不过剑神越强，大秦越安稳。剑神，你到底是谁？寡人与你何时才能见到呢？秦岚，就算你有剑神偏袒又如何？这一次只有我上榜，按照之前的条件，我依然有机会竞争太子之位。相国，王离、韩信他们离开咸阳多久了？陛下，已经离开数月，相信他们已经到达罗马，或者已经开战。但愿他们一切顺利。放心吧，陛下，有布鲁图长老作为向导，2位将军所率军队均为帝国精锐，必可征服罗马。陛下，王离将军来信。哦。陛下，莫非……罗马帝国彻底被王离、韩信征服了，罗马已归入大秦版图。天佑大秦，陛下万年。张邯，末将在，即刻传旨，任命韩信为征西侯，继续回师西伐；任命王离为罗马总督，留守罗马。遵旨。陛下，罗马已破，楼兰可助我大秦铁骑，夹击冰霜帝国、孔雀王朝。不错，这才是大秦迈向世界的第一步。寡人要让大秦的黑龙旗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陛下，这榜单为何突然闪烁？帝国榜，终于到最后的榜单了吗？没想到最后竟真的出现帝国榜。陛下，依老夫之见，大秦帝国必定稳居帝国榜榜首。微臣也这般认为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第13名，楼兰古国隶属大秦帝国。非常好，
陛下，若大秦荣登榜首，帝国境内必将灵气磅礴，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呀！相国可知晓，帝国榜的奖励有利亦有弊。有弊？我大秦提升国力的同时，上榜的其他帝国也增强实力，这会增强我们西征的难度。陛下，以老臣之见，有些许阻碍，对大秦帝国来说不足为惧。哦，陛下莫忘，大秦有100万虎狼之师，还有剑神麾下的暗夜、银河水师、幽冥铁骑。只要剑神在，大秦帝国无惧一切。不错，寡人不会因为帝国榜的奖励而畏惧。大秦有剑神守护，大秦不惧任何人。第1名，大秦帝国，奖励境内灵气浓郁度提升100%灵气。恭喜陛下，大秦万年，陛下万年。好了，众爱卿免礼。陛下，此刻我感觉这灵气比以前浓烈多了，真是天佑我大秦呐！相国说错了，大秦是剑神庇护，若没有剑神的帮忙，大秦怎能够有机会荣登榜首？对，陛下英明，是剑神庇佑。天下还有如此多的帝国，寡人要将他们一一荡平，彻底统一世界。儿臣愿为父皇出征，儿臣也愿出征。不急，在攻打其他帝国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妥。请陛下明示，不知是何事？那就是兰儿与精绝女王的婚事。寡人与楼兰大祭司已经商量妥，征服罗马之日，便是兰儿与精绝女王的大婚之时。恭喜长公子！恭喜兄长！多谢父皇惦记。马上成婚了，还这般不稳重，你身为长公子要有表率。大婚之后，有件事，寡人是时候要宣布了。飞燕，心情不好，有心事？我没有。是不是公子即将大婚，你心头不开心啊？哪有，公子大婚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？哎呀，好啦，公子身为大秦守护神，人人敬仰，你对他有爱慕之情是人之常情，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。那妍姬也喜欢公子吗？喜欢啊，不过我只是公子的侍女，对于我而言，能陪在他身边就够了。那我能像现在这样陪在公子身边也就够了。我觉得不够。公子，傻丫头，与精绝成婚，是我大秦与楼兰的盟约，也是我布局的一部分。在我心中，你是无可替代的左膀右臂，更是我亏欠良多的人。公子，我……从今日起，暗夜全权交由你统领。幽冥铁骑，亦听你调遣。待天下一统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不是属下与首领，而是我秦岚对飞燕的交代。
公子。精绝见过公子，还叫公子呢？夫君，这才是为父的乖娘子。精绝不懂男女之事，还望夫君教我。那为夫就好好教教娘子。大秦万年，陛下万年。众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今日朝会，寡人要向众人宣布太子的人选。兰儿，你上前来。是，父皇。不愧是寡人的长子，总算有朕的几分模样了。多谢父皇夸奖。秦岚破真龙棋局，现世界地图，更引诸子百家归顺大秦，功不可没。寡人决定立秦岚为太子。我不服！胡亥，你为何不服？父皇，您此前说过，需满足3个条件才可立为太子。秦岚他哪一条满足？寡人的确曾言明有3个条件，但第1条，剑神已将9转长生丹交与朕，可作废。第2条，占据3榜单榜首，可除了帝国榜，诸榜榜首皆为剑神，你我皆无法做到，亦无法作数。至于第3条，也已有暗夜完成，所以以上3个条件都无法作为考核。但秦岚破棋局，得10阵法，现地图，让大秦知晓天下格局。因百家归秦，功不可没，封秦岚为太子，实至名归。陛下，秦岚公子为我大秦所做之事，居功至伟，远超诸多公子，立他为太子，臣无异议。末将无异议。属下无异议。你们，胡亥，还不退下！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这个纨绔可以当太子？他什么都不是，不过是受到剑神偏爱，才有了今日。你竟敢污蔑剑神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了又如何？剑神他就是偏心，同为世子，他为何独宠秦岚？我靠自身实力上的这修为榜，可他呢？有着神虚境界高手做侍女，修为却一塌糊涂。他这样的人，凭什么可以继承太子之位？哦，依你的意思，要怎么样才肯服气？秦岚，你敢不敢和我公平比试一场？你若输了，就自动退出太子之位，如何？兰儿，不必和他比试，
寡人已经立你为太子。父皇，既然18弟不服气，那儿臣就陪他玩玩。可是你，父皇放心吧，18弟既然质疑剑神的眼光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到底是他井底之蛙，还是剑神真的偏心。好，不愧是寡人的长子，敢直面质疑。去吧。秦岚，我自身实力已踏入至万象境，连父皇的排名都在我之下。今日我便让世人好好看清楚，你没了剑神倚仗，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赶紧开始，我都困了。你的剑呢？对付你，何须用剑？2根手指足矣。哦不，1根指头就足矣。秦岚，你找死！公子竟然藏得这么深，竟有如此实力。这一击，就算是我，恐怕也接不住啊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，竟然被你1根手指就挡下来了！看清楚了吧？不是剑神偏心，也不是剑神的眼光有问题，而是你脑子有问题。来人，诬害污蔑剑神，罪不可赦。即日起，贬为庶民，立刻逐出咸阳。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父皇，您忘了儿臣的侍女是剑神所赐吗？她可是神虚境强者，有她教导儿臣，儿臣的实力自然会变强。原来如此，那修为榜为何没有你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修炼的这门功法比较特殊，可以隐藏实力，可能是修为榜还没有检测出来。或许是剑神怕你太过招摇，所以才用这般方式来保护你。寡人越来越期待剑神的身份了。儿臣也想知道。你继为太子，寡人有一项重任要交给你，请父皇吩咐。即日起，封秦岚为西征大元帅，全面负责西征事宜，替寡人，替大秦，将帝国榜上的其他帝国通通横扫，为大秦实现统一世界的理想。儿臣领旨。秦岚率大秦铁骑征战10年，各帝国尽归大秦。瞧一瞧，看一瞧，楼上的葡萄，马铃薯3文钱一斤，马铃薯啊，3文钱一斤大甩卖。丁双帝国的鱼竿，马铃薯不贵，3文钱一斤。张良啊，哦，施主，如今百家为大秦征伐天下，各自出力。农家改进农具，法家制定法规，儒家教化众生，阴阳家制定历法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只留下儒家一家，真的是对的吗？哦，张良受教。快看，西征归来的军队，是太子的车队。秦岚太子西征10年归来了，大秦终于一统世界了。啊，
西征10年，咸阳，我终于又回来了。怎么还没进宫？陛下莫急，太子马上就到了。父皇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兰儿，让父皇好好看看。10年了，还是没怎么变。父皇也依旧如此康健。见过太子殿下。相国可好？托太子殿下洪福，大秦如今物产丰饶，灵气充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堪称未有之盛世。父皇，儿臣已经彻底征服了各大帝国，特来复命。好，兰儿辛苦了。第1名大秦帝国，第2名孔雀王朝，隶属大秦帝国；第3名罗马帝国，隶属大秦帝国；第4名冰霜帝国，隶属大秦帝国；第5名塞琉古帝国。陛下，这是怎么了？金榜为何突然消失了？寡人也不知道。天道无常，非人所能揣度。只是10年了，寡人依旧不知剑神身份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能亲自见一见剑神。父皇，孩儿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如今世界一统，我们可在东郡金榜石碑处设坛，祭拜天道，恭请剑神现身。有道理。李斯，微臣在。立刻筹备祭坛事宜。诺。今日老夫终于有机会见到剑神了。今日定当面感谢剑神。天道庇佑，大秦一统。今日特请剑神现身，受天下人朝拜。难道今日剑神还不会现身吗？兰儿，你……延吉参见剑神。什么？剑神？啊！快看，暗夜首领来了。暗夜首领飞燕见过剑神。银河水师见过前王剑神。陛下，是幽冥铁骑来了。乌鸦帅幽冥铁骑众见过剑神。夫君，你真的就是剑神？兰儿，你真的是剑神？父皇，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兰儿，快告诉父皇，你是何时习得这通天的本事？父皇，天下已定，大秦一统四海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什么？惊觉、飞燕，你们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该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你是寡人的太子，是剑神，是寡人的儿子。大秦需要你，寡人也需要你。夫君，你要去哪里？静静和你一起去。公子，天涯海角，飞燕誓死相随。
恭喜玩家秦岚隐藏剑神身份成功，完成逆转大秦命运主线任务，任务评级 SSS 级。父皇，诸位，你们在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，而真实的历史里，大秦20而亡，天下再次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在我心中是最大的遗憾。如今我总算在这个世界里改变了历史。虚拟世界，历史，20而亡。兰儿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惊觉，楼兰与大秦的盟约已固，你会是合格的女王。飞燕、暗夜和幽冥铁骑就交给你了，护好大秦的疆土。父皇，你是千古一帝，守护好一统的基业，大秦就会万代长青。兰儿，诸位，保重。兰儿，夫君，公子，长公子，太子。大秦这次不会再20而亡了。今年是2026年，也是大秦帝国一统寰宇的2200周年，统一纪念日即将到来，各地已开启庆典筹备。我们倡议全体民众携手共度佳节，共议先祖开疆拓土，安定天下的荣光，共贺大秦山河永固，国泰民安。什么？先生你好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开发的 VR 游戏剧场系列，你是被大数据选中的幸运儿之一，只要能够成功攻略游戏，就能获得1000万奖励。真的？可我没有报过名啊！现在玩游戏不都是直接从网上下载吗？你还专程送过来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们是根据用户画像精准筛选的，这款游戏是采用专属光盘刻录，网络上无法下载，必须当面发放。它的核心玩法是改变大秦20而亡的遗憾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隐藏身份，协助大秦扭转命运。难道你不想亲手弥补这个历史遗憾吗？改变历史还能拿奖励？傻子才不干呢！当然，如果你拒绝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等等，这游戏我玩了。那祝你游戏愉快。哎，对了，玩这游戏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
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千万别失败啊！一旦输了，你可能就永远困在里面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永远困在里面，什么意思？不管了，先玩了再说。永远困在里面，难道当初我要是没完成任务，就会永远被困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？可我现在完成了任务，现实的历史却被彻底改写了。这场所谓的游戏，到底是什么？